婆临终前将小姨子许配给我，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。只因前世老婆过门后没几年就身患绝症，身体一天不如一天。临终前她交代我娶了小姨子，但我本着小姨子不可欺的态度拒绝了她。由于他俩父母走得早，没过多久，没了依靠的小姨子被他大伯一家自作主张嫁给了一个二流的，每日受尽折磨，最终无法忍受，寻了短见。当我再次见到她时，已是阴阳两面。我明白害死小姨子的人是我，直到临终前我都无法原谅自己。当我再次睁开眼，却发现自己重生回到了1985年老婆去世的那一天。志明，我在呢，老婆。你还这么年轻，妮妮又还小，让别人当她后妈我不放心。我走后你就把我妹妹娶了吧。老婆看人真准，上一世我独自带着女儿生活了几年，后来在父母的要求下，我又娶了一个女人，但她对妮妮不是打就是骂，因此没过多久就散了。从此之后，我便孤身一人。我父母走得早，直到遇到你，我才体会到家的感觉。爸妈把我当亲生女儿对待，虽然只给家里生了个女儿，但你们从来没有怪罪过我。我这辈子也算是圆满了，心里唯一放不下的就是我妹妹，她嫁给你我放心，答应我好吗？可是这事也不是你我说了算，要不先看看春娇的想法吧。小妹，你进来吧。原来小姨子早就在门外等着了。她今年刚满18岁，长相甜美，个子高，性格温柔，勤劳能干。自从姐姐嫁过来我家之后，她就经常过来帮忙干活。姐姐，自从爸妈离世后，咱俩相依为命，亲戚都把我们当扫把星。我一手把你带大，知道你性子弱，我走后你无依无靠，大伯家肯定会为了彩礼随便找户人家把你嫁了。你姐夫是个可靠的男人，把你交给他我放心，他以后就是你唯一的亲人了，希望你别嫌弃。姐姐，我不嫌弃。我和小姨子俩人哽咽到说不出话，而妮妮只有3岁，什么都不懂，就这样呆呆地看着奄奄一息的妈妈。妈妈，你是不是困了？困了就睡觉觉呗。妮妮乖，妈妈是有点困了，以后要听小姨话哦。志明，春娇以后就拜托你了，你俩以后好好过，就当我求求你们了。老婆，你放心吧。妻子的葬礼很简单，但全家人的内心却极其复杂。妮妮突然找不到妈妈，哭闹了好几天，只有在小姨子怀里才能安心睡着。我也正好以小姨子要照顾妮妮为由，说服爸妈让她暂时留下，毕竟她一旦回去，就又会发生上一世那样的悲剧。家里这么多张嘴要吃饭，眼下最重要的是先解决温饱，然后再努力赚钱，改变家人的命运。我在家中排第2，大姐嫁出去了，三妹在镇上读初中，而4弟强子年纪还小，天天跟着我在田间到处跑。二哥，我好饿呀，饿得烧肚皮。饿了就躺下呗，爹不是常说吗？人是一盘馍，睡倒就不饿。那也总不能一直躺着吧？你说的对，我得出去赚钱买肉回来吃，不然天天饿得前胸贴后背的。二哥，你要干嘛去？带上我呗。强子，你去把家里的网都拿上。话音刚落，就看到小姨子从外面回来，手里拎着个篮子，篮子里满满都是野菜。春娇姐，今天又吃野菜啊？天天都吃这玩意，我脸都快吃成绿的了。哪来这么多废话？顿顿就数你吃的最多。谈话间，我与小姨子无意间对视了一眼，然后连忙各自挪开。娶小姨子这是爸妈还不知道，况且我跟小姨子接触的时候总感觉怪怪的，还是等时机成熟了再说吧。姐夫，妮妮呢？你们还要出门吗？过一会儿就要煮饭了。妮妮睡着了，煮好饭你们就先吃吧，我带强子出门有点事。关于赚钱，其实我早就有了想法，就是农田里那些不起眼的蝗虫，这东西放在1985年是害虫，可在21世纪被人们吃到，需要人工养殖。二哥，我们来这里干嘛？你该不会是想带我偷玉米吧？别瞎说，你二哥是那种人吗？今天我们的任务是捉蝗虫。你以前可没少带我干这种事。可是二哥，蝗虫那玩意儿能吃吗？它不仅能吃，还能用来赚钱。别问那么多，信你哥准没错，赶紧干活吧。我前世摆过摊搬过砖，进过厨房，从过商，所以我深知，只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才能赚得盆满钵满。而这一世，我要做第一个吃蝗虫的人。老赵家这小子抓那么多蝗虫干嘛？该不会是个疯了吧？可蝗虫也不能吃啊。就是，有这闲工夫，还不如去河里捞几条鱼来的实在。听着村民的冷嘲热讽，我倒也没在意。这些蝗虫在他们看来是一堆害虫，但在我眼里可都是钱。一回到家，就看到父亲一脸严肃在院子里坐着。刚刚听别人说你带着强子在到处捉蝗虫，一开始我还不信。你说你不去干点实事，捉这些破虫子回来干嘛？能当饭吃吗？二哥说，蝗虫不仅能当饭吃，还能赚钱。爸，我捉这些蝗虫就是为了赚钱，您就等着瞧吧。我倒要看你能搞出什么花样来。爸，您就放心吧，我不会乱来的。对了，家里还有油吗？还有一些，妮妮可就指望着那点油长肉，你省着点用。好嘞，春娇，
出来帮我个忙。来啦！姐夫，你捉那么多蝗虫干嘛？我有大用，你先帮我剪掉它们的翅膀，然后再用水清洗一遍。我去镇上买点东西。好，那你路上注意安全，早点回来。好在村子离镇上不远，经过2个半小时的时间，我就把辣椒面和孜然粉买回来了。春娇，过来厨房帮我添柴。再将油炸好的蝗虫捞出锅后，撒上盐、孜然粉和辣椒面，搅拌均匀，一份美食就这样诞生了。一旁的小姨子看得目瞪口呆。姐夫，这东西真能吃吗？吃了不会中毒吧？当然能吃了，来，我先给你尝一个。二哥，我不怕死，先给我尝一个吧。二哥，好好吃，嘎嘣脆，真美味。我没骗你吧？明天我们就把它拿去卖。二哥，小姨子娶了，这么做并不是贪恋她的美色，因为老婆去世了，这是老婆生前的遗愿，而娶了小姨子是对她最好的交代。爸，这是我加工好的香辣蝗虫，您尝一尝。闻着香，吃着更香，比花生米强10倍，回味无穷。老二，干脆别拿去卖了，以后咱们家天天吃蝗虫得了。爸，您狭隘了。什么狭隘了？眼光狭隘了。你个小兔崽子，怎么跟你爹说话呢？哈哈哈，爸，你先听我说，这蝗虫留着给自己吃确实能过一把瘾，但是把它拿去卖的话，能实现收益最大化，赚钱以后咱家就可以天天吃肉了。是这么个道理，就是不知道有没有人买，毕竟在别人眼里它就是虫子，敢不敢吃还是个问题。放心吧，一定能卖出去的。姐夫，我们要去哪里卖啊？去煤矿厂，煤矿工人的工资高，他们又舍得花钱，累了一天肯定想搞份下酒菜，香辣蝗虫就是个不错的选择。姐夫，你真聪明，怪不得姐姐那么喜欢你。上车吧，路程比较远，我载着你过去。二哥，我也要上车，你也载我过去呗。不行，你太重了，我拉不动，而且路上坑坑洼洼的，等下需要你推一下。你还是我二哥嘛，你以前可是最宠我的。没过多久，我们就到达了煤矿场，门口的工人不断进进出出。我刚摆放好香辣蝗虫，就有一群人围了上来。卖花生米的他们见我，可卖蝗虫的他们还是第一次见。终于有人忍不住开口问道：“年轻人，蝗虫你也拿来卖，该不会是穷疯了吧？”各位大哥，这是独家秘制的香辣蝗虫，买不买无所谓，可以先免费品尝，不好吃不要钱。我只知道蝗虫会吃庄稼，也没听说蝗虫能吃啊。就是，小伙子，你要是想赚钱，哪怕整点花生米来卖也行了。蝗虫谁敢吃啊？大家放心，就如刚刚这位大哥说的，蝗虫一天到晚都在吃庄稼，以植物为食，所以它没有寄生虫，非常干净，而且它的蛋白质含量是牛肉的3、4倍。想必大家平时都舍不得买牛肉来当下酒菜吧？大家听完后都面面相觑，但却没人敢尝试。小姨子看到这一幕也不墨迹，直接拿起一只香辣蝗虫说道：“各位叔叔，这个真的能吃，不信我先吃给大家看。”于是，在众人疑惑的目光中，小姨子连续吃了好几只香辣蝗虫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矿工终于忍不住拿起一只，边看边闻。这个小美女都敢吃，我有什么不敢的？我操！一口下去吃的他目瞪口呆，这可吓坏了一旁的工友。怎么样？这不对呀！蝗虫居然能做得这么好吃，外焦里嫩，鲜香四溢，这可比花生米强多了。其他人看着工友这么夸张的描述，便纷纷拿起来准备品尝。真的有这么好吃吗？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吃这玩意儿，又香又辣的，回味无穷，这可真是一道不错的下酒菜。小伙子，你这香辣蝗虫多少钱一份？各位大哥，我这个香辣蝗虫2毛钱一份，一份花生米都要3毛钱呢。而且我这个分量十足，量大管饱，你们下班回到家绝对能美美的喝上几杯。太值了，给我来2份。我要1份，我也要2份。转眼间2大盆香辣蝗虫就全卖完了，甚至有些矿工吃完后又跑回来买。老板，再来2份香辣蝗虫。这位大哥，今天的已经卖完了，您明天早点来。2盆香辣蝗虫一共卖了200多份，一共收入43块5。要知道，这个年代煤矿工人每个月也才50多块钱。哇塞，姐夫，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见这么多钱。哈哈哈，今天能卖得这么快，有你1半功劳。一个大美女站在这里，他们就算不买都会过来看看。姐夫，你讨厌。小姨子的长相和身材都无可挑剔，放在21世纪当模特都能排得上号，就算走在路上别人也想多看几眼。原来卖蝗虫真的能赚钱，二哥你真厉害，以后不用天天吃野菜了。那当然，跟着二哥有肉吃，以后多帮二哥捉蝗虫。走，二哥带你去城里买好吃的。回家之前，我先去城里买了3斤猪肉和1只烤鸡。由于第一次出摊十分顺利，因此我决定多做一种麻辣味的蝗虫，让顾客多一种选择。所以我又去买了几斤麻椒粉和辣椒面，
除去调料成本和买肉的钱，今天净赚25块，相当于大部分人1个月的工资。二哥，这只烤鸡好香啊，能不能让我先尝一口？废话，哪只烤鸡不香？要先回家给爸妈吃。好吧，那到家了能不能给我个鸡腿啊？当然不能，你吃鸡屁股就行了。我们刚走到村门口，却被二婶叫住。志明，先别走，婶子有话跟你说。啥事啊？二叔二婶，听说你这几天和强子到处捉蝗虫，那玩意儿又不能吃，要是实在没米下锅跟婶子讲，大人随便应付一下没啥，可妮妮还小。上一世，二叔二婶一家帮衬我们家不少，更是把妮妮当亲孙女对待。可儿子赵小峰却被人算计当了接盘侠，最终害得家破人亡。小峰就是太老实了，这一世我要阻止这场悲剧的发生。二婶，你放心吧，家里有米下锅。你看，我还去买了肉回来呢。你小子省着点花，别把家底败光了，到时候再娶个媳妇过门，不够彩礼我们给你凑点。你才20多岁，总不能一直寡着吧？二叔您说的对，但我要先努力赚钱，不然怎么把她娶过门？对了，二叔有没有媒婆上门来给小峰赎媒啊？没有啊，小峰在城里出工还没回来，不过这2天应该就能忙完了。你怎么突然问这事？没什么，他回来了就让他过来找我一下，我有事跟他说。这1斤猪肉你们拿着，我们先回去了。这孩子今天神神秘秘的，不过年又不过节的还去买肉吃，是挺神秘的，不过我看这猪肉更神秘，大半年没见过了。走走走，回家吃肉。爷爷，肉肉香。傻孩子，这不是肉肉，这是野菜。志明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啊？看把孩子饿的都开始胡言乱语了。等下，是肉香味，这个味道是烤鸡，我曾经听我爷爷描述过。完了，又疯了一个。爸妈，我们回来了。爸爸回来啦，姨姨，妮妮要吃肉肉。好嘞，那姨姨给妮妮一个鸡腿。志明，你哪来的钱买烤鸡和肉啊？爸妈，我把昨天捉的蝗虫全卖了，赚了43.5块，然后去城里买了些东西。没想到这东西真的有人吃，哈哈哈！志明，真有你的啊！对，昨天风凉话说的最多的是你，今天夸他的也是你。时间不早了，你们吃着烤鸡先，我去厨房炒个肉。强子，那这是你要的鸡腿。二哥，我的好鸡腿。啊呸，我的好二哥。姐夫，我来帮你。家里穷得顿顿饿肚子，我却一心想着如何娶小姨子。这么做并不是贪恋她的美色，因为老婆去世了，这是老婆生前的遗愿。娶了小姨子是对她最好的交代。续接上集，由于香辣蝗虫传遍了整个煤矿场，所以我们今天刚出摊就围满了煤矿工人。各位大哥，今天我做了2种口味的蝗虫，一种是香辣味的，另一种是麻辣味的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来选择。不得不说，这个小兄弟是真有生意头脑，这么快就出了不同口味的蝗虫，香辣味和麻辣味的都给我1份吧。小伙子，上次我没买到，先给我来2份香辣味的。小兄弟，你今天来的这么晚，我都快馋哭了。各位叔叔别着急，一个一个来，大家都能吃上。工人们争先恐后的抢着要，生怕晚了就买不到。不到1个小时就把4筐蝗虫全卖完了，收入80块。紧接着我就带着小姨子和强子去田里捉蝗虫，为明天出摊做准备。刚回到家就有人找上门来。志明哥，我妈说你找我有事。你捉那么多蝗虫干嘛呀？说话这人正是我二叔家大儿子赵小峰，为人老实勤奋。小峰回来了，我正好缺个帮手，以后你就跟着我卖蝗虫吧，1天给你3块。啥？1天3块？那1个月就是90，这比我去城里打工都挣得多呀。那当然，哥会亏待你吗？我想起来了，这2天我听煤矿厂那边的工人说，有人在他们那里卖蝗虫，原来那个人就是你呀。他们说你做的蝗虫可香可好吃了，一开始我还不信，现在相信了吧？怎么样，愿不愿意跟着我干？当然愿意，以后我就跟着你干了。在将蝗虫制作好后，第2天一大早我便带着小峰来到煤矿场。各位大哥，以后我弟弟负责帮我在这里卖蝗虫，大家可以放心购买。没问题，只要是你做的我们都爱吃。小峰，这里交给你没问题吧？放心吧哥，我能搞定。那就行，好好干，哥来年给你娶个嫂子。二哥，你要去哪里？我和你春娇姐突然有点急事，你们卖完这几筐蝗虫就先回家，告诉爸妈不用等我们吃饭了。这2人整天神神秘秘的。随后我便带着小姨子和1筐蝗虫来到城里。煤矿厂的生意虽然火爆，但不尽快找到新的销售渠道，迟早有一天会被淘汰。姐夫，我们来城里干嘛？当然是卖蝗虫啊。可是城里人会吃这玩意儿吗？相信我，肯定会吃的。我们要赶在还没有竞争对手出现之前占领市场。毕竟蝗虫制作起来非常简单，只是没人敢尝试。我们在煤矿厂卖的这么火爆，现在这个缺口打开了，我们就要先发制人。
姐夫，你想的真周到，我越来越崇拜你了。难道只是崇拜吗？姐夫，你讨厌。自从老婆去世后，小姨子就无亲无故，经常沉默不语。老婆生前将她托付给我，让我娶了她，而我就成了她世上唯一的亲人。还是等蝗虫生意稳定了再跟爸妈说这件事吧，毕竟家里还有外债，三妹念书也需要钱。好了，不逗你了。对食材需求量大并且能稳定合作的渠道，无非就是饭店了。只要能把城里的饭店谈下来，那将是一笔不菲的收入。接着我便带着小姨子来到了香满楼。根据前世的记忆，这家饭店没开多少年便远近闻名，那些大人物更是把香满楼当作应酬的首选地。这个香满楼的老板是个狠人，别看他现在又小又破，但到了90年代，他把这里干成了5星级的大酒楼，这足以证明他的眼界和实力非同一般。等一下，你抱着一大筐虫子进来想干嘛？您好，我是来卖香酥蚂蚱的，想找一下你们老板谈一下。蝗虫就蝗虫，还香酥蚂蚱，说的这么好听，你这东西上得了餐桌吗？真是什么钱都想赚，你赶紧拿走，我们可不要这种东西。彩玲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这么吵？梅姐，这人来这里卖蝗虫，还说要找你谈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都是从供销社进货，不方便收个人的，况且蝗虫也不能吃吧？姐，我在煤矿厂那边已经卖了好几天蝗虫了，想必您应该有所耳闻了吧？苏梅作为一家饭店的老板，每天都会留意市场上一些火爆的菜品，而她在前2天也听说了有人将蝗虫做成了美食，但并没有在意。我前几天听别人说过，还以为是谣言，没想到是真的。当然是真的，姐，您可以先尝一个。苏梅拿起一只，皱着眉头放进嘴巴。对于这种没有尝试过的东西，难免有些害怕。可当她吃完之后，却忍不住夸赞起来：很不错，比想象中的要好很多。你打算怎么卖？姐，我第一次来，就不收钱了。这一筐您就当试验的新菜品，卖不完对您没有任何损失，卖得完我们以后可以长期合作。您觉得怎么样？弟弟说话真让人讨喜。行，那姐姐答应你了。我和小姨子刚回到家，就发现小峰和强子在等我们。志明哥，太给力了！你们刚走没多久就卖完了，一共卖了65块，辛苦了。来，小芳，这是你今天的辛苦费。不是说好的3块吗？怎么给5块？这种活干着又不累。这是你应得的，以后你卖的越多，我给的越多，每卖100份我就多给你2块钱。真的吗？那岂不是1年后我就成万元户了？我的目标可不仅仅是万元户，加油干！强子，二哥就不给你钱了，你把握不住，二哥到时候供你上学读书。真的吗？我也可以去读书喽。2天后，当我再次进城时，发现我的香辣蝗虫已经火遍了整座县城，而我送给苏梅的那一筐蝗虫当天就卖完了，这一点让苏梅万万没想到。弟弟呀，你可算来了，你再不出现，姐姐这家店都要被人拆了。顾客点名要吃你的香辣蝗虫，其他饭店的老板都来管我要货呢。这么说我还给姐姐添麻烦了。对了，梅姐，我那蝗虫你卖多少钱一份？6毛，你那一筐就赚了60多，要不是卖完了，当天的营业额估计有个200-300，你也不容易。这50块你拿着。不用了，梅姐，您能给我个机会跟你合作就是我的荣幸，以后还得多仰仗你呢。你这小嘴跟抹了蜜似的，说话这么好听，以后你的蝗虫我全收了。不过姐姐有个要求，以后你只能给我们香满楼供货，这没问题吧？苏梅的这番话让我内心一惊，她敢这样说，就证明她在这片地方有绝对的实力，否则她也不会提这样的要求。这个女人果然够狠，摊上她也不知是福是祸。没问题，不过我给您提供的是新鲜蝗虫，让厨师自己加工，这样既能保证食材质量，又能根据顾客的口味进行调整，您看怎么样？哈哈哈，弟弟可真会做生意，那价钱怎么定呢？2毛钱1斤。听到我开价后，苏梅皱了皱眉头，因为新鲜蝗虫煮熟后缩水严重，1斤新鲜蝗虫加工出来的成品可能也就4两，她肯定要先保证自己的利益。在心里一阵推敲后，她才开口说道：成交。梅姐，那就这样定了，我先回去备货，明天开始给您送货。等一下，姐姐这里有辆3轮车，你拿去用吧，我可不想你天天推个板车停在我门口。哈哈哈，那就谢谢梅姐了。彩玲，带她去取3轮车。好的，梅姐。生80年代养蚂蚱卖，村民们都笑我脑袋被驴踢了，殊不知我靠它赚到了第1桶金。志明弟弟，这是今天的货款，一共120块钱，你收好。谢谢梅姐，多亏了梅姐送的3轮车，不然我也不会这么准时送货。不客气，那3轮车放着也是放着，以后还有需要帮忙的地方尽管开口跟姐姐讲。正当我和苏梅谈话时，知味楼的经理就冲了进来。小兄弟，总算等到你来了，你那里还有没有蚂蚱？我高价收购。你不是说我的蚂蚱是破虫子，没人吃的东西吗？小兄弟，昨天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香满楼收购你的蚂蚱多少钱？我都加3毛1斤。原来昨天我来香满楼之前去了一趟知味楼，却被庞大猪赶出来了。但当他看到香满楼的香辣蚂蚱成为爆品后，他也想抓住机会吸引顾客。还没等我开口，苏梅先不满地说道：
唐经理，你这样冲进我店里抢我的供货商，是不是有点不合规矩啊？苏老板，你又没和这小兄弟签协议，他想把蚂蚱卖给谁也不是你说了算吧？苏梅听完俏脸微怒，但他也不好说什么，毕竟我和他也只是口头协议。小兄弟，你把蚂蚱独家供应给我怎样？这蚂蚱有多少我要多少，香满楼可未必吃得下这么大的货源。哈哈哈，庞经理开出的条件的确很诱人，而且你刚才有句话也说得很对，蚂蚱是我的，我想卖给谁都行。苏梅听完我的话后彻底慌了，目前香满楼的实力确实不如知味楼，很多供应商更愿意和知味楼合作，他担心我面对高价诱惑突然变卦，可我却话锋一转说道，而我的蚂蚱只卖给苏老板，庞经理要是没别的事，就别打扰我和苏老板谈生意了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次。庞经理，话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你还要我说第二遍吗？我开的价比香满楼高，难道你会跟钱过不去吗？其他供应商想跟我们知味楼合作还求之不得呢。钱我想赚，但也要看和谁一起合作赚。苏老板慧眼识珠，我相信和他合作会更愉快些。前世经商20年，像庞大猪这样的人我见多了，用得上自己的时候会百般讨好，可一旦用不上自己就会立马翻脸不认人。相比庞大猪，苏梅多了几分人情味。我倒要看看你和香满楼这种破店能合作多久。志明弟弟，谢谢你这么看得起我，就冲你刚才的话，以后你的蚂蚱按5毛钱一斤收。梅姐，就这么决定了，你都喊我一声姐了，我也不能亏待你这个弟弟。离开香满楼后，我立马去给妮妮和强子买了礼物。一想到我的头发长得跟流浪汉一样，我又转头去了趟理发店。我操！帅哥，你找谁呀？强子，我是你二哥。原来是二哥呀！这是给你买的新衣服，快去换上看一下合不合适。有新衣服穿喽，我之前那件衣服都穿得拉丝了。二哥，好看吗？当然好看，二哥亲手给你挑的，能不好看吗？对了，你春娇姐呢？刚刚有人找她，好像往村口那边去了。你回来的时候没有遇到他们吗？没有，找她的人你认识吗？不认识。糟了，肯定是她娘家那边的人来带她回去相亲了。我立马朝村口赶去。上一世小姨子被带回去没多久，就被迫嫁给了一个老光棍，最终因无法忍受折磨自我了断。怎么样，满意吗？广坤叔，我满意，非常满意。行，满意就好。我这只你要样貌有样貌，要身段有身段。文件啊，之前说好的3桌一享外加200块彩礼，可一样都不能少。你就放心吧，翠花婶，我刘文健省吃俭用这么多年，不就是为了今天吗？刘文健可是这10里8乡有名的街溜子，小姨子光是看着他心里就直犯怵。这一刻，他多么希望姐夫来把他带走。大伯，我不想回去，我不想嫁给他。胡说什么呢？你姐姐去世后，我和你大伯母就是你唯一的亲人，你不听我们的，听谁的？可是什么？赶紧跟我们回去！你姐姐都去世了，还整天待在你姐夫家，不怕别人说闲话啊？就在小姨子不知如何是好时，一道熟悉的声音忽然从远处传来：“我小姨子，你们今天带不走，谁要是不信，我就请他的脸蛋吃冰鱼。”姐夫，哟，能耐了，他是我们谢家的人，凭什么你说不能就不能？我那素未谋面的岳父岳母去世后，你们作为亲戚有关心过他们姐妹2个吗？我老婆过门后患上绝症这么多年，你们有来看过她一眼吗？你们有什么资格替她做决定？这一刻，我终于将2世的愤怒发泄出来，而二叔一家听到动静后立刻跑了过来。是谁在欺负我家侄子啊？我倒要看看他头发够不够扯。谁欺负他了？你可别血口喷人。她是我未过门的媳妇，凭什么不能带走？你胡说，我可没答应过你。就在双方剑拔弩张时，村长带着村民赶了过来。村民们都知道老婆和小姨子身世可怜，而我家虽然穷了点，但对她姐妹俩都非常不错。徐广坤，你能耐了，竟然敢来我们蔡徐村闹事！老关你误会了，我们没有闹事。春娇她姐不是去世了吗？我们就想着带她回去，省得给志明家添麻烦。徐广坤啊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们家徐老二去世后，你就把人家家产给占了，这2姐妹过得有多艰苦，你心里比谁都明白。当初志明他老婆过门时彩礼你收了，现在看到春娇长大了，你又来这套，要点脸行吗？徐广坤一脸难受，这10里8乡的谁不知道他从来就没有关心过这俩姐妹，小姨子心里也没有把他们当亲戚过，而他今天来带小姨子走只是为了那份彩礼，这说出去也没理。没想到这小子这么硬气，再闹下去恐怕被人笑话的是我。行，赵志明，有本事你就娶了她，我们走。广坤叔，我们就这样走了？怎么，你还想留下来吃饭呢？再不走，唾沫都能把我们淹死了。徐广坤就这样带着2人灰溜溜离开了，而我也万万没想到村长会出面帮我解决这件事。村长，各位叔婶，谢谢你们帮我说话。乡里乡亲的，该帮的时候就帮。春娇经常往我们村跑，也算是我们看着长大的。那徐广坤什么德行我最清楚，
行了行了，大家都散了吧。众人离开后，原本沉默的小姨子现在却一直盯着我看。春娇，你一直盯着我做什么？我脸上脏了吗？姐夫，我感觉你好像变了一个人。难不成他看出我重生了？剪了头发之后变帅了。生回到80年代，我靠着卖没人要的蚂蚱发家致富。村民们得知我卖蚂蚱赚钱后，也开始捉蚂蚱。志明哥，我看到很多人在田里捉蚂蚱，会不会对我们有影响啊？放心吧，影响不大。做生意最重要的不是产品，而是渠道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让你负责煤矿厂，而我去县城的原因。只要我们抢先一步，机会就是我们的。明白了，我还担心有人跟我们抢生意呢。格局大一点，能带着大家一起赚钱是好事，但前提是我们自己要先富起来。那为什么不多找几家饭店合作？这样不是赚得更多吗？外面有那么多蚂蚱给我们捉吗？我们现在资源有限，一步一步来，别想着一口吃成一个胖子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开着拖拉机带着蚂蚱前往县城的乡门。按照苏梅昨天约定好的蚂蚱收购价，我今天进账125块。志明弟弟，算上昨天那批蚂蚱的钱，你这2天可就赚了250块。在这小县城，大部分人一年都赚不到250块。照这样下去，你可算是小富豪了。梅姐说笑了，我也只是混口饭吃，要说富还得是你富。苏梅刚想说什么，服务员就跑了过来，在她耳边不知道说着什么。她听完后面露难色，不好意思，突然有点急事。没关系，生意要紧。志明弟弟，我记得你说过你是菜徐村的。对呀，怎么了？我听说农村山里有很多珍稀药材，你能不能帮我留意一下，看一下有没有上了年份的人参，我高价收购。上了年份的人参？我有一个长辈身体不太好，需要上好的人参补身子，但城里你也知道，好的人参十分难寻，也就只有山里才可能挖掘到。你如果帮我找来，我绝对不会亏待你。梅姐放心，我会帮你留意的。对了，志明弟弟，你看下能不能研究出新菜品。自从蚂蚱成为香满楼的特色菜后，顾客就喜欢上了这些稀奇古怪的食材。听完苏梅的话后，我立马就想到了村子河沟里的那些小龙虾。这个年代根本不会有人去捞来吃，不少村民都把它当成虫子踩死，加上农药和化肥还没普及，所以导致小龙虾泛滥。没问题，梅姐，给我点时间，做好后我送来给你尝一下。离开香满楼后，苏梅的话让我想起一件事情。上一世就是这个时候，县里有一个大富商的父亲大病初愈，需要珍贵的药材补身子。那大富商放出话来，只要有人能找来珍稀的药材，不仅高价收购，而且还会得到他的一个人情。原来是苏梅送上了一株百年人参给那大富商，得到了那大富商的人情，因此奠定了苏梅作为县城餐饮大王的基础。而他收购的那株百年人参应该就出自蔡徐村的后山。那株百年人参应该还在山里没被挖出来。不管前世是谁这么好运挖出这百年人参，现在这百年人参归我了。回到家时，小姨子和小峰已经在等着我。姐夫，你回来啦！自从姐夫剪了头发后晒到发光，我都不敢直视他了，真该死！我又在胡思乱想些什么？志明哥，有个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你。什么消息？我们村方圆10里的蚂蚱都快被我们捉完了，这以后上哪去捉啊？到时候别说给香满楼供货了，就连煤矿厂的生意都可能保不住。蚂蚱迟早有被捉完的一天，这很正常。那怎么办啊？那还不简单，既然野外没有，我们就自己养。听到我说要养蚂蚱后，小姨子和小峰都惊呆了。在这个养只鸡都费劲的年代，我居然提出要养祸害庄稼的蚂蚱。小峰，你去帮我找一下二狗3娃他们过来，我有事跟他们说。好嘞，志明哥。前世村里的二狗他们跟着我走南闯北，在我吃不起饭时他们没有抛弃过我，在我功成名就时在身后默默辅佐我。二狗，你们想不想赚钱？想啊，可我们什么都不会，空有一身蛮力。有力气就行，你们帮我去外面割青草，我给你们论斤算钱。割青草？志明哥，你要那玩意干嘛？青草到处都是，又不能吃，你收青草，这不是赔钱赚吆喝吗？这你们就别管了，反正我给你们按1斤5分钱的价格算，割多少我收多少。二狗他们听到这话后倒吸了一口凉气，在他们看来青草一文不值，而我居然开出5分钱1斤的价格收购。志明哥，这可是你说的，我现在就拿着麻袋出去割草。行，你们用袋子装好，我1天给你们算1次钱。等二狗他们走后，小姨子不解地问道：姐夫，你收青草干嘛？外面到处都是，我们可以自己去割啊。是啊，志明哥，而且5分钱1斤的收购价会不会太多了？蔬菜也才7分钱1斤。养蚂蚱需要大量的青草，我们现在人手不够，如果我们自己去割，那其他工作就耽误了。时间就是金钱，割草这种事能用钱解决，我们就要把精力放在更重要的工作上。明白了，姐夫，那今天捉的蚂蚱还要加工吗？我也会交给。把个头大有活力的挑出来当蚂蚱苗，留着养殖产卵，剩下的加工好，明天拉去煤矿场卖。小芳，你先去砍20颗竹子，尽量挑竹节少的，盖养殖大棚要用。好嘞，志明哥。姐夫，那你干嘛去啊？
香满楼的老板让我给他研究几个新菜品，我带强子出去溜达一下。接着我便带着强子来到王婆姑家，花5毛钱买了一大块猪肝。二哥，你买猪肝干嘛？又不好吃。我买来不是给我们吃的，是给龙虾吃的。龙虾？你是说河沟里那些张牙舞爪的虫子吗？是啊，走，二哥带你去钓龙虾。前世只要有空就会和钓友去甩上几竿。作为一个资深钓鱼佬，钓个小龙虾还是很容易的。而钓小龙虾的方法也很简单，把绳子的一端绑在竹竿上，另一端绑块猪肝，龙虾便会自己送上门。二哥，这个虫子真有人吃吗？之前老爸抓回家喂鸭子，采了半天都采恼火了。小龙虾不光能吃，而且极其美味。你哥连蚂蚱都能做得这么好吃，做这个更是不在话下。之前有村民抓过小龙虾煮来吃，但最后连锅带盆一起扔了。在他们看来，小龙虾不仅腥味重，而且没什么肉，所以很不讨喜。煮小龙虾最重要的是先把它们刷干净，然后剪头去虾线，不然放再多调料都白搭。明天就先给梅姐做个麻辣小龙虾送去吧。1小时不到，我和强子就钓满了2大筐小龙虾。前世买1斤可是要20块钱左右，可在这个年代狗见了都嫌。我们刚回到家就又被父亲训斥了一顿。我说老二，你咋老是跟虫子过意不去？爸，我这是在研究新菜品，到时候你可别说真香。又腥又臭的，我才不稀罕。家里的油用完了，去城里的时候记得买。知道了吧？这是100块钱，你拿去把家里的外债还一部分先吧。老婆刚开始病重的时候，我带着她到处求医，而父亲东拼西凑帮我借了不少钱，最终在医生的劝说下，我才把她带回家。行吧，养蚂蚱的事我知道了，我们家在村头还有块闲置地，你拿去用吧。哈哈哈，谢谢爸，我本来还打算跟你商量来着，既然你这么支持我，那我一定好好干。重生回到80年代，我决定盖大棚养蚂蚱卖。接着我便找到村长商量关于养殖地的事。村长，我想把我们家村头那块地拿来盖大棚养蚂蚱，想来征求一下您和大队里的意见。志明真是出息了，我都听说了，这段时间你的蚂蚱生意是干得风生水起。您过奖了，现在不是大力支持个体经济吗？我也只是抱着尝试的心态。农田用来盖大棚搞养殖也是属于农业用途，我双手双脚支持你。那太好了，村长，我等下就去买材料回来动工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志明啊，你要是闯出条路来，可别忘了村里的乡亲们呐。当初老婆病重时，村民们有钱的出钱，没钱的出力，都帮了我不少。我看出了村长的担忧，便开口说道：村长，您就放心吧，大家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了，只是眼下蚂蚱供不应求，加上销售渠道还没有铺开，所以我才会想到养蚂蚱，等到时候手里有蚂蚱了，打通销路后再带着大家一起干也不迟。没想到你还考虑的挺周全的。行，那你先去忙吧。在得到村长的同意后，我立刻动身赶往县城买盖大棚要用的，顺便把麻辣小龙虾送去给苏米。刚到村口，却遇到了知味楼的庞大猪。哟，这不是庞经理吗？这么有空来我们菜墟村溜达呀？我上哪溜达你管得着吗？该不会是来收蚂蚱的吧？自从我拒绝给庞大猪提供蚂蚱后，他就亲自下乡收蚂蚱，但由于信息闭塞，知道蚂蚱能吃的只有县城那一小部分，所以他说什么都没人信。跑了好几个村庄都被村民当成骗子给轰走。你不卖给我，我还不能自己来收吗？什么东西这么香？龙虾。听说这玩意是村民用来喂鸡鸭的，这要是好吃，我吃了它。少来我这骗吃骗喝，我要去给苏老板送货了，就不打扰你找蚂蚱了。太徐村附近的蚂蚱都被我捉完了，就算村民手上有，那也死不了。而在这个年代养殖蚂蚱，村民们想都不敢想，所以我根本不用担心生意被裁员。糟糕，又说错话了，这小子不一般。蚂蚱我已经错过了，要是这龙虾也错过了，损失就更大了。赵老板，等一下，能不能给我尝一下这个龙虾？当然不能，就尝一个，好不好吃我们知味楼都说了。别走，别走。来到香满楼后，苏梅满脸震惊地看着我送来的小龙虾。志明弟弟，这就是你研究出来的新菜品吗？是啊，这个叫麻辣小龙虾，味道肯定不比蚂蚱差。虽然闻起来很香，但这东西看起来浑身是壳，怎么下嘴啊？它的肉主要集中在尾部，吃的时候把壳弄干净就行了。接着我就拿起一只小龙虾，去掉虾壳后递给苏梅。梅姐，放心吃吧，虽然平时村里都拿它来喂鸡鸭，但绝对是一道美食。苏梅放进嘴里后，刚吃一口就被震惊到了，太好吃了！麻辣味刺激着我的舌尖，鲜香气充满整个鼻腔。志明弟弟，你的手艺太好了，我都想请你当香满楼的大厨了。梅姐说笑了，我的厨艺哪比得上香满楼的师傅？对了，怎么今天没有送蚂蚱过来？梅姐，外面的蚂蚱都快被我捉完了，我正打算盖大棚养蚂蚱呢。养蚂蚱，志明弟弟可真是个人才，这要是换做别人想都不敢想。不过这蚂蚱一断货，估计我这10颗都要跑光了。而且听说知味楼在搞价格战，我这小店也不知道能撑多久。梅姐放心，蚂蚱好养活，并且繁殖周期短，用不了多久我就能继续给你供货了。
况且这麻辣小龙虾也能帮你顶一段时间，我敢保证，就连省城的饭店都没有这道菜。省城遍布各种大小饭店，菜品更是比这小县城的饭店多得多。但根据前世的记忆，这个时候小龙虾的各种吃法都还没出现。真的假的？香满楼正好有个从省城饭店回来的厨师，要不叫他看一下先？没问题。李大胖曾经在省城国营饭店当厨师，由于父亲去世后，家里就只剩下病重的老母亲，所以他只好回到这个小县城。在吃完一只小龙虾后，李大胖满脸不可思议地说道：“绝，真是太绝了！我第一次知道龙虾还能煮得这么好吃，没有一点泥腥味。小兄弟，你是在哪里学的厨艺？我自己瞎琢磨的。老板，这麻辣小龙虾省城的饭店都没有，绝对能成为我们香满楼的下一道特色菜。行，你先去忙吧。志明弟弟，你可是又给了我一个惊喜。哪里？要说也是梅姐给了我这个机会。李大厨都夸赞的东西，绝对能成为香满楼的爆品，这笔买卖肯定亏不了。想到之前的香酥蚂蚱和现在的小龙虾，苏梅确信我是个人才，于是决定让我入伙香满楼。志明弟弟，这麻辣小龙虾是你研究出来的，菜谱我600块买了，外加香满楼的1成股份，就当你集数入股，以后你就负责给香满楼研究新菜品，你看怎么样？600块钱一份菜谱，外加1成股份，对于我来说绝对是大赚，但对于苏梅来说肯定不亏，因为她知道麻辣小龙虾给她带来的利润肯定远超这些。就算有股份，那也得年底才能拿到分红，目前现金对我来说才是最重要的。养蚂蚱可是一笔不小的开销，不行，得加钱。志明弟弟可真是吃不了一点亏啊！800，有多少份我都收。成交，改天我写好后给梅姐送来。另外，新鲜小龙虾3毛钱一斤。没问题。对了，梅姐，我想买纱布来盖大棚，咱们县城哪里有纺织厂？由于蚂蚱的生活习性，用纱布盖大棚是最好的选择。但在这个年代，想要买到大面积的纱布，就得去纺织厂。城东郊区就有个海润纺织厂，那里的老板我认识，叫刘四海，你直接去找他就行了。谢谢梅姐。离开香满楼后，我直接来到海润纺织厂，刚想进门，却被门卫拦了下来。等下，你是干什么的？你好，我是来买纱布的，请问你们老板刘四海在吗？买纱布，去店里买就行了，我们这里不对个人销售。李叔，怎么回事啊？老板，这小子说要来这里买纱布。小兄弟，你是不是找错地方了？我们这里不卖给个人。刘总，我是苏梅苏老板介绍过来的，店里的纱布不能满足我的需求，所以我打算来您这里买。一听是苏梅介绍过来的，刘四海立马换了一种语气说道：“既然是苏老板的朋友，好说好说，你想要多少？先要160平米吧，您看下能提供吗？没问题，我就收你个加工费吧，8毛钱1平米。行，现在就要。”用纱布盖大棚不仅光照和通风性好，而且还能防止蚂蚱逃跑。等我回到家去找小峰准备动手盖大棚时，却发现他不在家。二叔，小峰上哪去了？听说黄秀玲从省城回来，这小子饭也不吃就跑去找他。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小峰喜欢他好几年了。前世黄秀玲从城里回来没多久就和小峰结婚了，8个月不到就生了个娃。小峰还傻乎乎的以为是早产，却没想到当了接盘侠。秀玲，这是你最爱吃的点心，我刚刚去买回来的。没想到你还记得我喜欢吃什么，我都想好了，这次回来我要跟你处对象。真的吗？这么突然，我不同意。志明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小峰，你先跟我回家盖大棚，处对象的事以后再说吧。可是没什么好可是的，还想不想要今天的工钱了？你要是不想干，二狗三娃他们也能替代你。上集说到村花怀孕后想找小峰当接盘侠，结果被我识破后差点破大防。赵志明，我和小峰处对象关你什么事？你有什么资格来替他做决定？小峰是我弟弟，我当然有资格。反倒是你这么急匆匆的从省城回来，突然就说要跟小峰处对象，你该不会是有什么事瞒着他吧？听到这话，黄秀玲顿时吓得脸色惨白，只因她之前在城里傍了个大款，本以为能飞上枝头变凤凰，却没想到对方把她肚子搞大后就消失了。难道说我在省城的事被他知道了吗？不可能，蔡徐村离省城这么远，更何况这件事我没有和任何人说过，他不可能知道。你可别胡说，我能有什么事瞒着小峰？其实我心里一直都知道小峰喜欢我，他人又勤奋老实，我跟他处对象有什么不可以的？小峰，你自己说，你是要留在这里处对象，还是要跟我去盖大棚？我跟你去盖大棚吧。行，那我们回家拿工具动工。等我和小峰走后，黄秀玲一改刚刚的淑女形象，转身就破口大骂：赵小峰啊，赵小峰，你就这点出息，要不是老娘已经怀孕2个月了，我会嫁给你这个泥腿子吗？而小峰因为刚刚的事在生闷气，他不明白我为什么要阻止他和黄秀玲处对象，终于还是忍不住开口问道：志明哥，我喜欢秀玲5年了，这事你也知道，以前你可是支持我追她的，现在她好不容易答应我了，你却跳出来反对，是不是你也对她有想法？送给我都不要，更别说对她有想法了，娶了她可是要绝后的。
绝后什么意思？她不配做你媳妇儿，走着瞧吧。要不了8个月，她就是当妈的人了。你是说她怀上了？志明哥，这话可不能乱说，造谣可是要被抓去做班房的。这个年代，女孩子对于贞洁名声看得十分重要，要是有人胡乱造谣，后果将非常严重。我还能骗你不成？哥是为了你好，这个女人不仅不能要，你还得离她远点。见我说的认真，小峰也相信了几分，对黄秀玲顿时没了好感。怪不得我之前当了5年舔狗，他都没有理过我，这次一回来就要跟我处对象，看来他确实有问题。志明哥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总不能说我是重生回来的，然后现在回来拯救你的吧？是苏老板的朋友告诉我的，不过这事你可别到处说，我们等着看戏就好了。8个月后他就会原形毕露。好嘞，志明哥，要不是你，我估计就当接盘侠了。我刚刚还错怪你了，对不起。没事，小峰，好好干，到时候哥给你找个城里的媳妇。真的吗？我就是个泥腿子，找城里的媳妇儿，想都不敢想。在这个年代，要想娶城里的媳妇，先不说对方能不能看上你，彩礼至少是3转1响外加200块，堪称天价。赶紧干活先吧，等我们的蚂蚱生意做大做强了，这都不叫事。1下午的时间，我和小峰2人就盖好了2个大棚，接下来只需要把蚂蚱苗放进去喂养就可以了。另一边，叶采娥看到黄秀玲怒气冲冲的回来后，便开口问道：“闺女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？”妈，是那个赵志明，我想和赵晓峰处对象，结果被他给搅黄了。到底咋回事？你怎么会想着和赵晓峰处对象啊？你条件这么好，赵晓峰配得上你吗？妈，黄秀玲刚想说自己怀孕了，却又不敢，但眼下除了母亲叶采娥，估计没人能帮得了她。我什么我？跟妈说实话，是不是赵志明那臭小子欺负你了？我去帮你教训他。没有，妈，我怀上了。你在胡说什么？秀玲，你可别跟妈开玩笑了，你都还没结婚，怎么能怀上呢？叶采娥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在这个年代，未婚先孕是一件很丢人的事，女儿能不能嫁出去是一回事，他们家以后在村里估计再也抬不起头了。妈，我没有跟你开玩笑，我已经怀孕2个月了，再不找个人结婚，我这肚子就瞒不住了。随后黄秀玲就说出了自己在省城所发生的事，这下叶采娥彻底绷不住了。真是造孽啊！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？这要是被别人知道了，我们家的脸往哪放啊？你以后还怎么嫁人啊？妈，事到如今，你就快帮我想想办法吧，我不想被别人嚼舌根，更不想身败名裂。这事除了你还有谁知道？我敢保证，只有我自己知道，我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过。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叶采娥明白说再多也没有用，于是就打算设计一个圈套，让小峰往里钻。看来你选择跟赵晓峰结婚是对的，这小子憨厚老实，而且他喜欢你这么多年了，不可能因为赵志明的3言2语就放弃。你找个机会把他约去玉米地，然后我再带人来抓个现行，到时候他就不得不娶你了。妈，你真聪明，到时候咱们再趁机管他要3转1响，他要是不答应，就告他耍流氓。放心吧，我心里有数。我盖好养殖大棚后，就带着小姨子来到河沟里放地了。蚂蚱繁殖需要一段时间，所以我打算捉小龙虾来维持收入。姐夫，我听村长说，他要给你介绍隔壁村的王寡妇。王寡妇性格泼辣，自从老公去世后，她就一直嚷嚷着要改嫁。她肯定是逗你玩呢。怎么，你吃醋了吗？我有什么好吃醋的？对了，姐夫，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。什么问题？你跟叔叔阿姨说了我们俩的事吗？还没呢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开口。不过你放心，我绝不会让你大伯家把你带走。我现在所做的一切，一是为了这个家能过得更好，二是为了到时候能有实力名正言顺把你娶过门。那别人在背后说我们的闲话怎么办呀？这件事是你情我愿的，又不违法。再说了，闲话终日有，不听自然无，谁想说就让他说去吧。姐夫，你讲起道理来一套一套的，怪不得香满楼的苏梅都被你忽悠得一愣一愣的。哈哈哈，我可没有忽悠他。对了，我和苏梅达成了协议，我给她研制菜谱，作为交换，她拿了香满楼的1成股份给我，每年年底都有分红，并且她会以每份菜谱800块的价格收购。小姨子听完后都震惊了，她万万没想到我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做出这样的成绩。一份菜谱800块，普通人得多少年才能攒到800块钱啊？这都不算什么，香满楼每年年底的分红估计有个1-2千呢。有了这笔钱，到时候等蚂蚱产量稳定下来了，我再建个蚂蚱加工厂，把蚂蚱做成零食向全国销售。小姨子一脸崇拜地听我说着，经过这段时间的接触，她完全相信我有能力做到，但一想到去世的姐姐，她瞬间又变得很失落。要是姐姐还在世，她一定会很自豪吧？可能这就是命吧。我带着她跑了大小医院10几家，找了最好的大夫治疗，但都说这是不治之症，继续治疗只会让她更痛苦。那姐姐把我托付给你，对于你来说会不会是一种负担？怎么会是负担呢？等时机成熟了，我再盖个新房子，然后风风光光把你娶过门。就你会嘴贫，反正我已经无处可去了，这辈子就赖着你了。我操！
二哥，有辣条，大辣条，长啥样的？是单眼皮还是双眼皮？黑白纹身的，啥眼皮我没看清，要不你过去看看。我不去，要去你去。那地笼咋办啊？里面还有好多小龙虾呢。都啥时候了，还想着小龙虾？被这种黑白纹身的辣条咬一口，立马就能见到太奶了。今天捉了100多斤小龙虾，也能小赚一笔了。走，我们回家。随后我就带着小龙虾和3份菜谱前往香满楼。按照之前和苏梅约定好的收购价，今天卖小龙虾进账56块。梅姐，这是3份小龙虾的菜谱，分别是麻辣小龙虾、蒜蓉小龙虾和香辣小龙虾，所有配料都能在市面上买到。志明弟弟可真是神速，没想到2天时间就把菜谱写出来了，这是2400块钱，你说好？我前世干了这么多年厨师，写个菜谱就跟喝水一样简单，要不是怕苏梅把我利用完之后就甩了，估计我一晚上能写几10个菜谱出来。志明弟弟，有了这笔钱，你在村里盖个小洋楼不成问题。托梅姐的福，要不是梅姐慧眼识珠，估计我还在煤矿场那边摆摊卖蚂蚱呢。哈哈哈，你可太抬举我了！像你这样有能力又谦虚的年轻人，我还是第一次遇到，以后一定能出人头地。梅姐过奖了，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回去了。等一下，我让厨师炒了几个菜，来都来了，要不吃了饭再走。我平时一个人吃饭也挺无聊的，你留下陪姐姐一会儿。还没等我开口，苏梅就拉着我进了包间，桌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美食。梅姐，你这太客气了，放开了吃，不用跟姐姐见外。对了，冒昧的问一下，之前跟你来店里的那个小美女是谁啊？是我小姨子。这么说，志明弟弟结婚了？没错，不过前段时间我老婆因绝症去世了。对不起，你看我这嘴巴，老是问些不该问的。没事，梅姐，生老病死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，谁都不能改变，珍惜眼前人才是最重要的。历经2世，我经历了太多的生离死别，有些事情就算重活一次，也可能无法改变，就像老婆的离开一样。志明弟弟，毫不夸张地说，你是我见过最具魅力的男人，不仅聪慧过人，而且对所有的事情都有独特的见解。梅姐，你再夸我可就要骄傲了。我和苏梅聊得正投入时，却突然来了一个不速之客。苏老板，外面都忙得不可开交了，你倒好，在这里躲清闲。陆主编，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？快请坐。在你店里吃完蚂蚱后，回味无穷，好几天没吃了，感觉浑身像是有蚂蚁在爬，所以特地过来看看。对了，这位是……忘了给您介绍了，这位是赵志明赵老板，我的供货商。志明弟弟，这位是我们牛笔县商报的陆书航陆主编。根据前世的记忆，这陆书航可不简单，他从不在乎名利，经常在商报上刊登公益广告，拯救了许多用心做产品的企业。在这个年代，像陆书航这种文化人非常受人尊敬，有很多人想认识一下都根本没机会。没想到苏梅居然还有这层关系。陆主编你好，真是久仰大名。你好，小兄弟，怎么，你听说过我的故事？倒也没有，我平时喜欢看报纸，所以经常能看见您的名字，没想到今天能见到本尊。哈哈哈，想必香满楼最近爆火的蚂蚱和小龙虾都是你出的点子吧？那当然，要是没有我这个好弟弟，我这香满楼都要开不下去了。苏老板，你这是得了便宜还卖乖呀？要说开不下去的应该是知味楼吧？若不是庞大柱之前处处打压香满楼，我也不至于赶尽杀绝。你这股狠劲可真像你父亲。他……陆书航刚想说什么，苏梅就猛然咳嗽了2声。看来这苏梅的背景不简单。这么说，她前世能成为餐饮巨头，除了有富商的帮助，还有她背后的神秘力量。陆书航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，于是立刻转移话题。志明小兄弟年轻有为，有胆量，有见识，有创意。牛笔县能有你这样的年轻人，以后肯定会发展得更好。陆主编过奖了，您是有志之士，对牛笔县的贡献可不是我这个小菜贩子能比的。像你这么务实谦虚的年轻人太少了。苏老板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，以后有需要帮忙的地方尽管开口。那就先谢过陆主编了。梅姐，我还有点事，就不打扰你们了。陆主编，我们改天聊。离开香满楼后，我直接来到了服装店，给家里人都买了一套新衣服。刚回到家，二狗和三娃就拿着青草送上门来。我按照之前约定好的收购价给他们过称付钱。二狗，这是你的6块；三娃，这是你的5块。志明哥，你是真给钱啊？我还以为你开玩笑呢。那当然，我还是那句话，你们割多少青草我收多少，不过要注意青草的质量，太老的不要。放心吧，志明哥，我们一定会给你割最嫩最绿的青草。在这个年代，二狗他们出去打工一天也才1块钱左右，并且还不是每天都有活干，所以割青草的收入对他们来说非常不错。姐夫，蚂蚱我都挑好了，什么时候拿去大棚那边养呀？先不着急，来，这是我给你买的新衣服，拿去穿上看一下合不合身。谢谢姐夫。小姨子换上新衣服后简直判若两人，就连强子都忍不住夸赞道：二哥，春娇姐好漂亮呀！这是你们的新衣服，快拿进去。
我看你就是想把我支开，等下我就去找爸妈告状。姐夫，这衣服有点紧，是不是买小了？那是你身材太好了，刚穿上可能有点不适应，过一会儿就好了。正当我和小姨子聊得找不着方向时，父亲却走了过来。老二，怎么一下买这么多东西？家里还有一部分外债没还呢。爸，我赚大钱了，我给香满楼写了几个菜谱，现在香满楼成了县城最红的酒楼。苏老板付了2400块酬金给我。我操！什么2400块？我的乖乖，我这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钱了。爸，这500块你拿去把外债还了，剩下的给3妹当学费，加上我之前赚的那些钱，现在我手里还有2500块，我想攒起来，到时候建个房子。行，老二，你做什么老爸都支持你。对了，小峰呢？怎么今天一天都没看见他？他的工钱还没给他呢。他刚刚来了，但没多久秀玲姐就把他叫出去了，好像说是有什么事情跟他说。原来黄秀玲今天早上看我不在家，就过来把小峰叫出去了。她打算把小峰约到玉米地，然后让他母亲叶彩娥来抓个现行。小峰哥，你从早忙到晚这么辛苦，来，这是我给你从省城带回来的补品，快把它喝了吧。所谓的补品，其实是黄秀玲加了猛料的白开水，这东西估计只有在母猪配种的时候才能用到，而黄秀玲足足给小峰加了半斤。小峰哥，快拿着吧，你该不会因为你哥的几句话就真的不和我处对象了吧？你少跟我来这套，谁对我好我心里有数。我今天答应跟你出来，就是想告诉你，以后别来烦我。我赵晓峰是老实人，但不是大冤种。小峰说完便离开了，留下黄秀玲一脸茫然地站在原地。就在这时，叶彩娥正急匆匆地带着村民赶来。各位父老乡亲要替我家闺女做主啊！那赵晓峰不是人，把秀玲骗到玉米地欺负她，你说是不是啊？秀玲，彩娥，你无凭无据的张口就说小峰欺负你家闺女，还大动干戈把我们叫来，你自己看看，连小峰的人影都没看见，你觉得我们会信你吗？就是小峰是我们看着长大的，他是什么样的人我心里清楚，你要是胡乱造谣，我可就要去请村长过来了。叶彩娥顿时就懵了，按照他之前的计划，这时候小峰和他闺女应该在斗地主，可现在连小峰的人影都没看见。秀玲，赵晓峰呢？妈，我们回家吧。黄秀玲心如死灰，本以为今天能让小峰上套，却没想到让自己闹了笑话，于是带着叶彩娥灰溜溜的回家。这老黄家的闺女这次回来有点不对劲啊！该不会是……别胡说，大家都散了吧，就当什么都没发生。另一边，黄秀玲刚回到家就嚎啕大哭，叶彩娥不知所措的站在一旁。妈，要不我去把她打掉吧？怎么打？要有证明和丈夫签字医院才敢打。你说你做的什么事啊？就不能管住自己吗？现在赵晓峰也不要我了，该怎么办啊？没事，到时候妈再去给你物色一个。他赵晓峰不要你，别人可抢着要呢。好，那要尽快。生回到80年代，我成功养殖第一批蚂蚱，并决定带全村一起赚钱。志明，人都已经来的差不多了，有什么事就说吧。各位父老乡亲，由于我养蚂蚱需要大量的饲草，以后大家不要的玉米杆都可以送来我这里，我按2分钱一根的价格收购。由于蔡徐村地处南方，玉米一年3熟，自从包产到户后，家家户户都会种植玉米，而在这之前，玉米杆都是当做柴火烧掉。志明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玉米杆是蚂蚱最爱吃的农作物，不过大家需要提前登记，原因主要有2点：一是我现在的养殖规模不大，蚂蚱每天消耗的玉米杆数量有限；二是要保证玉米杆的新鲜度，所以我会按登记顺序去收购。那太好了，我家种了2亩田玉米，一年3次收成，这么算下来，光是卖玉米杆都能卖100-200块钱。看来卖蚂蚱很挣钱啊！志明家现在的日子过得那叫一个红火。志明，我也想养蚂蚱，你能不能教我呀？是啊，教我们养蚂蚱吧，养蚂蚱才能赚大钱。都给我安静，瞎胡闹什么？志明能给大家一个挣钱的机会，已经是对得起你们了，不然你们的玉米杆烂在地里都没人要，谁要是再插嘴就去祠堂门口跪着。村长，对不起。志明，你继续讲。大家放心，带着你们一起养蚂蚱在我的计划之内，但我也才刚刚开始。首先是技术不成熟，其次是经验不足，甚至还有其他未知的风险。如果我贸然带着大家一起养蚂蚱，成功了皆大欢喜，那假如失败了谁来承受？大家只看到了我赚钱，却没看到我的付出。光是盖这2个大棚就花了130块，130块可能是大家半年甚至是1年的积蓄，而更大的成本是喂养蚂蚱。大家都听明白了吧？志明这孩子怎么样，大家心里都有数。他现在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人，你们就放宽心吧。村长说的没错，现在蚂蚱的销售渠道有限，等我把销售渠道打通了，大家再跟着我一起养蚂蚱也不迟。行了，都去忙吧，按照志明的想法来就是对他最大的帮助。
等众人都走后，小峰这才不解地问道：“志明哥，以后大家都养蚂蚱了，哪怕是整个牛比县也消耗不了这么多呀。”等稳定下来了，我打算建个蚂蚱零食加工厂，把蚂蚱做成零食，这样就能销往全国各地。而大家的蚂蚱我会全部收购，一旦形成完整的供销链，大家想不发财都难。我之所以这么有把握，是因为有陆书航在。如果他愿意帮忙刊登广告，那至少牛比县的市场份额能全部拿下。那太好了，以后大家就不用为了挣钱东奔西走了。而另一边，我给香满楼写的小龙虾菜谱，对于知味楼来说简直是降维打击。仅剩的食客都跑光了，正在面临倒闭的风险。庞经理，已经3天了，就那么零零散散的几个客人，再这样下去恐怕要闭店了。那能怎么办？我好不容易去收了点蚂蚱回来，没想到这香满楼又推出了新菜品，听说连省城都没有。他苏梅没有这种能耐，肯定又是出自那个赵志明之手。要是当初你没把他赶走，也不至于出现这种情况。罗副经理，话也不能这么说吧？当初赵志明来推销的时候，我说要问问老板的意见，而你却说蚂蚱是虫子，肯定没人吃。要不是你怂恿我，我也不会问都不问就把他赶走。好了好了，事到如今相互推卸责任也没用了，我们还是想想办法吧，不然你我都得下岗。庞大猪刚想继续跟罗伟理论，却又觉得他说的有道理，再不想办法提升营业额，估计他们俩都得失业。这小龙虾倒是好找，农村大把，只要我们花钱收购，肯定有人愿意提供。问题是这小龙虾的菜谱，我问了好多大厨，他们都说不会做。目前整个牛比县的厨师只有香满楼的李大胖知道做法。要不花钱把他挖过来知味楼，这可是一举两得的好事，你看怎么样？庞大猪听完后陷入了沉思，毕竟挖墙脚很不光彩，但只要把李大胖挖过来，不仅能让知味楼起死回生，还能重创香满楼。行，就这么办吧。当天下午，庞大猪便在李大胖回家的必经之路上堵塞。李大厨您好，我是知味楼的庞大猪。庞经理，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倒也没什么，只是想请李大厨前往小店喝杯茶。有什么事的话就在这里说吧，我还要回家照顾我娘呢。再说了，知味楼和香满楼属于竞争关系，这要是让别人看到我进了你们知味楼的门，就算我有事张嘴也说不清啊。见李大胖不上套，于是庞大猪赶紧开口道：实不相瞒，我想重金请您来我们知味楼当主厨。据我所知，您可是从省城回来的大厨。香满楼每个月给您50块属实屈才，来知味楼我每个月给您80块。在这个人均30块的年代，每月80块已经超越了99%的人。怎么样？我知道您家里有个病重的老母亲，急需用钱，收入多了，您的焦虑自然就少了。见李大胖不说话，庞大猪以为有戏，却没想到接下来李大胖的一番话让他无地自容。庞经理，你开出的条件的确很让人心动，但有些事情不是用钱就能解决的。当初我娘病危的时候，其他医生都束手无策。苏老板得知后，立刻动用关系找到我们县最好的医生，要不是他，估计我娘现在还生死未卜。我虽然只是他手底下的一个员工，但他把我当朋友对待，光凭这点我就不可能背叛他。听明白了吗，庞经理？100，我每个月给您100块，不够再加。你真是油盐不进啊！看来你和苏老板的差距不仅仅是能力问题，请自便。李大胖说完后便头也不回地走了，留下庞大猪一个人待在原地。他实在想不明白为什么有人能抵住利益的诱惑。老板，您怎么来了？怎么，我的店我还不能来吗？眼前这人正是知味楼的老板王彪，借着改革开放的春风，把知味楼做成了牛比县最大的饭店，而他平时就当个甩手掌柜。不是，我再不来看看，到时候我这店倒闭了都不知道。都怪香满楼欺人太甚了。别给我找借口，我只给你们半个月时间，无论你们用什么办法，也要把营业额提上去，否则你们2个就卷铺盖走人。我给你们发工资可不是让你们来吃闲饭的。王彪给两人下了最后通牒便离开了，毕竟眼下饭店多开1天就多点损失，他可不想做亏本的买卖。庞经理，眼下也没有别的办法了，我看你还是去求下那个赵志明吧，他有能力让香满楼力压知味楼，肯定就有能力让知味楼起死回生。为什么是我去？当初是你得罪人家，当然是你去比较合适。再说了，苏梅对李大胖有恩，所以李大胖才毫不动摇。但赵志明和苏梅只是利益往来，只要我们加大筹码，拿下他也只是时间问题。那老板这边，我会和他协商，只要赵志明答应给我们研制菜谱，老板自然会权衡利弊。二哥，救救我！这只臭公鸡又来啄我了。鸡爷，我错了，鸡爷。强子快跑，强子加油！妮妮，强子是你教的吗？要叫叔叔。知道啦，强子叔叔。你没事干去惹他干嘛？我可没惹他，我只是从他面前路过，真是太可恶了。那以后见到他就绕路走，实在不行给他磕俩响头。你还说上次你也叫我给他磕头，然后屁股都被啄肿了。等着吧，迟早有天我会把它做成烤鸡，
那你得先把扫把藏起来，不然阿姨可不会放过你。春娇姐，你也不护着我了。正当强子还在埋怨的时候，三妹赵志轩从学校回来了。她平时寄宿在镇上的大姐家，每到周末才回家一次。跟她一起的还有个陌生人。哥，我回来了。三姐，有没有给我带好吃的？吃，你就惦记着吃。给你，妮妮，这是小姑给你买的糖。谢谢小姑姑。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生物学老师刘娜。刘娜曾就读于牛比高中，是牛比县最好的中学。这个年代的高中学历含金量非常高。她毕业后便选择下乡支教。刘老师你好，请问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哥，你在胡说些什么呀？哈哈哈，我跟他开玩笑呢。没想到你哥还挺幽默的。哥，听说你在养蚂蚱？是啊，你听谁说的？大姐告诉我的。她说前天在镇子上遇到小峰哥，然后她是从小峰哥那里得知的。对了，刘老师说想去你的养殖基地看看。没问题，那现在就出发吧，我等下还要去送货。二哥，在家好无聊，我也要去。我看你是怕被你三姐揍吧。三妹，强子就交给你了。刘娜参观了一圈我的养殖大棚后，感到十分震惊。她作为一名生物老师，十分了解蚂蚱的生活习性。我去省城学习的时候看到过一篇资料，说是能吃的蚂蚱品种无非就是东亚飞黄和中华稻黄，而你养殖的这个品种是中华稻黄，你是怎么发现它能吃的？我说误打误撞，你信吗？蚂蚱在农村很常见，但是没人尝试将它做成美食。志明哥可真是敢想敢干。志轩刚开始跟我说的时候，我还不信，所以我特地跟他过来看看。现在相信了吧？自从我做的蚂蚱火了之后，现在蚂蚱供不应求，所以我才想到养殖。要不是亲眼所见，我还真不信。不过这养殖大棚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，在地面铺撒一层沙质土壤，这样能增加土壤的排水性和透气性，有利于蚂蚱的繁殖和成长。由于蚂蚱喜欢干燥通风的环境，一旦条件不适应，产量就会大幅度下降。这刘娜一眼就能看出问题所在，果然专业的就是不一样。以后遇到问题可能还得去请技术专家，那得多费钱呀。刘老师知识渊博，要是以后我扩大养殖规模了，不知能否请刘老师当我的技术顾问。听我说完这番话后，刘奈感到非常意外。他本以为自己就是一名普通的中学老师，却没想到我如此看重他。当然可以呀，不过我肯定是比不上那些养殖专家。如果把你的蚂蚱养死了，可别怪我。你愿意帮助我，我感激你还来不及呢。以后你完全可以把我的养殖大棚当做实验场地，我会给你支付相应的报酬。没想到这赵志明还挺会来事，跟这样的人走近点也没啥坏处。没问题，你愿意给我个机会增加收入，要说也是我感激你才对。哈哈哈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先回去吧，我还要去送货呢。接着我便载着小龙虾前往县城，可在半道上却遇到了庞大猪。赵老板，请等一下。庞经理，又有什么事？我赶时间呢。我确实有点事想和你商量，能否借一步说话？不行，等下我这些小龙虾被人偷了怎么办？要是被偷了我包赔，耽误不了你多少时间。这庞大猪到底想干嘛？跟他聊聊也无妨，好让他死了这条心。随后庞大猪就把我带到了一个偏僻的巷子，二话不说就给我下跪。赵老板，刚才外面人多，我给你跪下了，你能不能帮下我们知味楼？不然的话就要倒闭了。我们老板发话了，再这样下去就让我卷铺盖走人。我上有老下有小的，没了工作该怎么养活这个家呀？庞经理，你先起来说话，这样跪着不是折我寿吗？你不答应我，我就不起来。那你就跪着吧，我先走了。见我真的要离开，庞大猪这才站起身来。你能不能给我写几个菜谱？苏梅给你多少钱，我多加1倍。庞经理，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不是钱的问题，做生意无非就是人情世故。我今天就把话跟你说明白吧。苏老板是赏识我，把我当朋友，而你却是想利用我，这能一样吗？听完我说的一番话后，庞大猪羞愧地低下了头。如果你真想让知味楼起死回生，那你应该去找苏老板求情，香满楼才是你们的竞争对手，而我只是个菜贩子。再说了，现在我手里有香满楼的1成股份，严格意义上来说，苏梅是我的老板。怎么可能？苏梅居然愿意拿1成股份给你？庞经理，你还不明白吗？从各个角度来说，你和苏梅都有很大的差距，尤其是苏梅的眼界和人格魅力，这2点我在你身上根本看不到一点。当初你能把知味楼经营得那么好，完全是因为时代的红利，而真正的竞争现在才开始。我说完之后便径直离开了。像庞大猪这种人我太了解了，他今天能给我下跪，倘若有一天他得势了，就一定会让我跪回去。志明，怎么今天这么晚呀？来的路上遇到了庞大猪，他非要拉着我谈谈，所以耽误了一会儿。你们都聊些什么了？还不是因为知味楼的事，他说快倒闭了，所以特地找到我求我帮帮他。没想到他膝盖这么软，一见面就下跪。这庞大猪现在也知道求人了，以前那叫一个心高气傲，就连走路都是只盯着太阳看。苏梅的态度让我感到很意外，她没有问我有没有答应庞大猪的请求，而是毫不在意地调侃起了他。梅姐，你就不问问我有没有答应他吗？姐姐信得过你，像这种给别人递刀子的事你做不出来。知我者梅姐也，
志明，今天姐姐高兴，能不能留下来陪我喝几杯？这样不太好吧？我女儿和小姨子还在等我回家呢。怕什么？姐姐又不会吃了你。那要是喝多了怎么办？没事，我让彩玲送你回去。还没等我开口，苏梅就赶紧关上了包厢的房门。而另一边，庞大猪正因为刚刚的事生气。这赵志明也太不知好歹了吧！为了能保住我们俩的工作，我都给他跪下了。不是吧？你居然来真的？那他怎么说？他让我去找苏梅谈。我跟你说，想都别想，我绝对不会向苏梅低头。赵志明坦白跟我讲了，他和苏梅是一伙的，这条路是走不通了。再想想别的办法吧。办法倒是有，就是风险有点大。什么办法？那还不简单，既然来明的不行，那我们就来暗的。我们过不下去，他香满楼也别想安宁。你是说？没错，花钱请不来赵志明，请2个街溜子还是很容易的，让他们隔3差5就去香满楼找茬，那些食客吃饭都吃不安宁，自然而然就跑光了。到那时候，就算他赵志明是厨神在世也无计可施。想法倒是不错，但这要是被发现可就麻烦了。这件事只有你知我知，而别人拿钱办事肯定不会说出去，毕竟江湖上的事他们都懂。就算苏梅找上门来，只要我们俩一口否定，他就拿我们没辙。放心吧。那就听你的吧，明天就着手准备。生80年代，我上山摘香椿卖，却没想到偶遇一棵百年人参。二哥，你盯着这朵花花看干嘛？这可不是一般的花，这是一棵百年人参的花。百年人参？你咋知道？别问那么多，强子，赶紧抽2根红绳出来绑在上面，不然人参就跑了。我上哪去找红绳呀？你的苦茶籽不是红色的吗？随便扯一根出来就行了。二哥，你咋知道我的苦茶籽是红色的？我给你买的，我能不知道吗？别废话了，照我说的做。玩人参不绑红绳，它真的会跑吗？二哥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迷信？放我下来，快放我下来！二哥，它真的会跑。能降服你强爷的东西还没出现呢。二哥，我厉不厉害？厉害。等我把这颗人参拿去卖了之后，再给你买条新的苦茶子。好耶，好耶。接着我便带着几筐香椿和那棵百年人参来到香满楼。香椿在农村很容易获得，但对于城里人来说却是不可多得的美食。志明，你上哪儿摘来这么多香椿？在蔡徐村的后山摘的。梅姐不喜欢吃吗？是呀，在我眼里这玩意儿跟香菜一样，光闻着气味就受不了。哈哈哈，确实是这样。喜欢吃的人会觉得很香，不喜欢吃的人无法下嘴。那这些香椿梅姐还收吗？收，当然收。城里很多人想吃都吃不到呢。你这批香椿全是鲜嫩芽，用来摊鸡蛋或者焯水凉拌都很受欢迎。梅姐，还有件事我想和你进包厢再聊。什么事呀？神神秘秘的。等会儿你就知道了。进入包厢后，我立马拿出那颗百年人参。梅姐，这是你要的百年人参，我今天在山上摘香椿的时候遇到的。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找到了，辛苦你了。不辛苦，只是运气好罢了。经过这段时间的接触，志明无论是为人处事还是能力都非常出众，日后的成就必定远超于我。要不把爷老爷子的这个人情让给他。梅姐，你在发什么呆啊？赶紧收好，我看外面人多，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，所以特地进来再告诉你的。志明，不是我不收，而是我觉得这颗百年人参你亲自交给我那长辈比较好。不行，梅姐，我这样做就坏规矩了。志明，你先听我说，你各个方面都很优秀，要是能借着这个机会和我那长辈认识，以后你将少走很多年弯路。姐姐看好你，我觉得你比我更需要她的帮助，日后你若是有所成就了，不要忘了我就行。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我万万没有想到苏梅会把这个机会让给我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从她的眼里没有看到一丝犹豫。梅姐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只是个卖菜的，不值得让你这样付出。值得，志明，姐姐喜欢你，我在你身上感受到了不曾有过的安全感。跟你待在一起，我心里非常踏实。最近这几天我脑子都特别乱，晚上睡觉也睡不着，只要一闭眼就会浮现出你的模样。我想我可能已经爱上你了。听到苏梅说出这样一番话后，我的脑袋顿时一片空白。梅姐，人参我放这里了，钱我也不要了，就当是感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吧。该怎么处置是你自己的事，我先走了。我还没走几步，苏梅就快步跑过来，从身后紧紧抱住我。赵志明，你知不知道我说出这些话需要多大的勇气，而你却想一走了之，这让我以后该怎么办？正如苏梅所说，在这个年代，女生能说出这样一番话，那想必是在内心挣扎了很久。梅姐，在我心里你就是我的恩人，我对你向来都只是心存感激，况且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什么？你有喜欢的人了？没错，我刚想开口说什么，彩玲却突然冲了进来。梅姐，不好了，有人在我们香满楼闹事，顾客都被吓跑了。什么？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，竟然敢来我的地盘撒野？来香满楼闹事的这2人正是庞大猪请来的，他们正打算吃霸王餐，
飞哥，我看甭跟他们废话了，干脆直接把这店砸了，好让他们长长记性。你装什么装啊？唐经理已经交代了，让他开不下去就行，这要是砸了你来赔呀。就在这时，我和苏梅从包厢走了出来。梅姐，就是他们想吃霸王餐。小姑娘，饭可以乱吃，但话不能乱说，小心我告你诽谤啊！两位先生，请问小店是有什么服务不周到的地方吗？你是老板吗？正是。我在你们店点了个鱼香肉丝，没想到里面没有鱼，这是打算店大欺客吗？这位先生，你是第一次吃鱼香肉丝吧？麻烦你去其他店里打听打听，鱼香肉丝里面到底有没有鱼。你少来诓我，没有鱼的菜为什么还叫鱼香肉丝？你们这是虚假宣传，还想让我付钱？门都没有！今天你不赔偿点精神损失费，我们就不走了。你这店也甭想营业，看谁比较着急。照你这么说，吃老婆饼是不是还得送你个老婆？二位该不会是第一次下馆子吃饭吧？这点见识都没有就敢出来讹人，也不怕被人笑掉大牙？糟了，吃了没见识的亏，我还真是第一次下馆子。如果你真想知道鱼香肉丝里面有没有鱼，我不介意跟你走一趟，去公安那里问清楚。两人一听要找公安后彻底慌了，因为他们前些天才因为盗窃罪放出来。飞哥，我看他说的挺有道理的，要不今天算了吧？行，算你厉害，我们走。见两人走后，苏梅这才开口道：也不知道庞大猪这是从哪里找来的两个笨蛋，就这点智商还敢来我这里闹事。梅姐，以庞大猪的尿性，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，这段时间要提高警惕。你说的对，要不你留下来保护我吧，我害怕。不妥吧？我女儿找我有事，我先回去。当苏梅再次回到包厢时，却发现坐着一个身穿军装的男人。你怎么来了？老爸叫我来看看你。有什么好看的？不需要。你说你非要开这个店，现在倒好了，就连小混混都敢来欺负一下你，以后他们要是再敢来，就报我的名字。你以为你是啊？还报你的名字？会有人保护我？少来管我的事。怎么跟你哥说话的？眼前的这个男人名叫苏明，是苏梅的亲哥哥。老爸听说你最近想开分店，所以叫我过来给你带句话，要是遇到麻烦，可以随时回去找他。说的比唱的好听。既然他这么有本事，为什么还没把小妹找回来？当初要不是他把小妹弄丢了，咱妈也不会疯掉，我也不至于跟他翻脸。老爸当时也是没办法，小妹丢失后，他也十分自责，你就原谅他吧。不可能，反正话我已经带到了，有时间的话你就回家看看他吧，他挺想你的。等一下，把这颗人参给叶老爷子带去。行，那我就多跑一趟吧。谁叫你是我妹妹呢？小妹，你到底在哪里？15年过去了，你还好吗？原来15年前，苏梅的父亲苏大强带着小妹苏柔在饭店吃饭时，却突然接到紧急任务，所以他只好让苏柔一个人待在店里。小柔，你在这等一下爸爸，爸爸要去抓坏人，你不可以乱跑哦。小柔会听话不乱跑，爸爸注意安全。但当苏大强再次返回饭店，苏柔已经消失不见。据接上集，苏梅向我表白后，却没想到身上残留了她的香水味。我刚靠近小姨子，就被她察觉到了异样。春娇，你在闻什么呀？我身上很臭吗？臭倒是不臭，就是有股奇怪的香味。听到这话后，我瞬间反应过来，由于苏梅抱了一下我，所以我身上残留了她的香水味。于是我赶紧开口说道：还不是你心灵手巧，把我的衣服洗得这么干净，不然也不会这么香。你当我3岁小孩呢？我天天洗衣服能不知道吗？这根本就不是皂角的香味，这是其他女人的味道。完了，这小妮子的鼻子也太灵了，要不还是跟她坦白吧，反正我也没有做什么亏心事。春娇，我实话跟你说吧，苏梅说要跟我处对象，我想都没想就拒绝了。我不信，苏梅条件这么好，是个男人都不会拒绝。今天你要是不给个说法，我就带着妮妮离开。怎么还拿妮妮威胁我？你先听我说，我一直把苏梅当作恩人，她确实很优秀，但我心里明白，她只能是一个合格的生意伙伴。至于她为何会突然向我表白，那可能是一时兴起罢了。前世我阅人无数，像苏梅这样的女人永远捉摸不透。她就像一朵带刺的玫瑰，当你被她的妖艳所吸引时，她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就伤害你。再说了，如果我对她动了恻隐之心，那我肯定不会向你坦白这件事。好吧，那我就勉强信你一回吧。正当我握着小姨子的手吐露心声时，这一幕恰好被赶来的强子看见。二哥，你想干嘛？是不是趁我不再欺负春娇姐，小心我叫人来把你当流氓抓起来？春娇姐，有我在，你别怕。强子，你误会你二哥了，他没有欺负我。那他抓着你的手干嘛？我手上有刺，你二哥帮我拔刺呢。二哥，你最好给我小心点。志明哥，地笼我都收完了，今天一共收了150斤小龙虾。行，辛苦你了，小峰，晚上过来一起吃饭吧。另一边，苏梅的父亲看到只有苏明一个人回来，于是便开口问道：怎么样？他态度有没有好点？还是跟以前一样，一提到您就各种抱怨。不过香满楼倒是被他经营的挺好的，那我就放心了。不过爸，我听说阿梅最近跟一个叫赵志明的走得挺近的。
这是好事啊，他都快30岁了，也该找个人家了。查过没有？这赵志明什么来的？那赵志明是个菜贩子，听说香满楼最近几个火爆的菜品都是他研制的。商报的陆叔叔跟他接触过，对他的评价还挺高，说他的头脑和见识都远超同龄人。简直乱来！想当我女婿的人从这里排到了郊区，哪个不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？他一个卖菜的也敢来捣乱，找几个人给那赵志明一点教训。爸，您就随他吧。本来因为小妹的事，他就一直记恨着您。要是您再掺和他的其他事，那可能这辈子他都不会搭理您了。一提到苏荣，苏大强就变得十分沮丧。他这些年也是一直活在愧疚当中。15年了，文物丢失案没破，小柔也下落不明，你母亲还疯了，我苏大强怎么就活成了这个样子？爸，文物丢失案终有一天会真相大白的。您都已经退休了，就别操这个心了。小妹也肯定还在某个地方等着我们把她接回家，您就别自责了。但愿我能活到那天吧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刚来到香满楼就被苏梅盯着看。赵志明，你居然还敢来香满楼，我还以为你打算跟我老死不相往来。梅姐，你能不能先起身？我腰都快断了，这要是闪到腰了，以后还怎么给你送货呀？怎么，你是舍不得你那颗百年人参，还是舍不得姐姐我呀？这苏梅怎么开口就是送命题。我要是说舍不得百年人参，那以后这生意还怎么做？我要是说舍不得她，那小姨子不得把我腿打断？舍不得彩玲。真的假的？彩玲可还没对象呢，我去把她叫进来。梅姐，我开玩笑的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其实我是舍不得我们这份交情。你赏识我，给了我机会，而我发自内心尊重你，把你当姐姐，仅此而已。你放屁！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最深的感情只能是爱情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你昨天说你有喜欢的人，是真的吗？千真万确。苏梅听完我的回答后眉头紧皱，但很快她又调整好了情绪。行吧，看来姐姐是没机会了，连我都入不了你的眼，也不知道是谁家的小姑娘这么好福气能被你看上。以后你就知道了。不过梅姐这么优秀，想必上门提亲的都排起了长队吧？那当然，但都是些纨绔子弟，毫无上进心。你虽然出身平凡，但我在你身上看到了他们都没有的精气神。钱财都是身外之物，找个可靠的男人才是最重要的。怪不得老婆这么放心把小姨子交给我。梅姐，可能缘分还没到吧？我相信终有一天你能遇到自己的如意郎君。希望如此吧。对了，那颗人参的钱我还没给你呢。不用了吧，我也是摘香春的时候顺手挖的。一码归一码，如果好处都让我一个人得了，我心里会过意不去。你要是还认我这个姐姐，就赶紧收下这5000块。这么多？拿着吧，这笔钱在姐姐这里拿都不叫钱。见苏梅这么豪爽，于是我便赶紧收下，毕竟5000块在80年代算是巨款了。就当我准备开口言谢时，却发现苏梅一脸惆怅。怎么了，梅姐？是有什么心事吗？钱再多又有什么用？还是找不到我小妹。请问令妹是？她失踪15年了。小时候我和她的梦想就是一起开一家饭店，虽然她那时候才2岁半，但她一脸认真和我说的模样，我到现在都还记得。我一心一意把香满楼经营好，就是为了替她实现我们俩的梦想。15年前，那不是和文物丢失案同一年吗？什么？你是怎么知道文物丢失案的？根据前世的记忆，震惊牛比县的文物丢失案直到90年代破案后才公布，文物属于国宝级别，价值过亿。由于事关重大，知道这件事的人少之又少。糟了，说漏嘴了。梅姐，前些天你不是拉着我喝酒吗？你喝多了就说什么小妹失踪、文物丢失之类的，我也没在意。今天你又提起我就想起来了。是吗？是啊，没什么事我就先回去了，蚂蚱还没有喂呢。说完之后我便立马走了，留下苏梅一人喃喃自语。我记得我没有跟他说过呀，奇怪。而庞大珠得知香满楼还在正常营业后，便不打算给李飞2人付尾款。那香满楼似乎也没受影响啊。2位，你们到底去没去？当然去了，我们把香满楼闹得鸡飞狗跳的，苏梅都跪下来求我们了。你赶紧把另一半酬金付了。不行，你们得再去一趟，不然这钱我不给。行，那我也不跟你废话了，我们哥俩去报案，大不了再进一次班房，你也甭想好过。竟然威胁我！你们的江湖道义呢？事都还没办成就要钱，讲点道理行不行？杭经理，麻烦你搞清楚，我们是混混，不是路见不平一声吼的大侠。都啥年代了，还江湖道义？快点给钱！行，算你们厉害。你好，小朋友，请问菜徐村怎么走呀？我就是菜徐村的，你有什么事吗？我来找一位朋友，他说他是菜徐村的，叫赵志明，你认识吗？糟了，居然是来找二哥的，该不会是二哥在外面欠的情债吧？这都已经找上门来了，我不认识什么赵志明，你找错地方了。强子，该回家吃饭了。梅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春娇姐，你认识他？
对呀，他就是香满楼的老板，你二哥就是给他供货的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志明的小姨子总给我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，会不会是她本身就长得比较有亲切感？小美女，没想到我们又见面了。志明呢？梅姐，他去收地笼了，应该很快就会回来，你先跟我一起回家等他吧。接着小姨子就带着苏梅回了家，而我刚进门就被苏梅吓了一跳。怎么回事？这苏梅怎么还找到家里来了？梅姐，你怎么来了？也不提前跟我说下，好让我准备准备。怎么，我又不是上门提亲，你这么慌张干啥？就是姐夫，你那么紧张干嘛？我不紧张啊。梅姐，我们进屋里坐。不用麻烦了，昨天你走得这么着急，忘了跟你商量件事。什么事？我这几天要回趟家，你能不能帮我主持一下香满楼的工作？员工那边我都交代清楚了，他们会听你安排，你看怎么样？没问题，梅姐，你就放心交给我吧。姐姐相信你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梅姐，我送你吧。不用，我已经打电话叫司机过来了。梅姐，你哪买的手机？最近我发现转上的二手手机还挺划算的，我这华为 Mate 40 Pro 只要2400，比新机便宜了4000多。而且我帮你们研究过了，转官方验的手机都经过多轮质检，跟新机一样支持1年质保。上面的联想小新爱乐14也只要1800，真心推荐，买靠谱的二手就上转。我刚想跟上去，小姨子就瞪了我一眼，而苏梅前脚刚走，小峰就踉踉跄跄跑了进来。妈呀，你谁呀？强子，我是你小峰哥。小峰，你的脸怎么肿成这样了？志明哥，黄皮村的人来闹事了，他们把我打了一顿，还说你今天不过去就把你的养殖大棚拆了。黄皮村就在蔡徐村隔壁，俩村没少因为各种大小事情大打出手。我见状立马赶了过去。黄大庆，我没惹过你吧？为什么动手打我弟弟？黄大庆是黄秀玲的哥哥，是这10里8乡有名的村霸，而他这次来闹事也是借着上次小峰拒绝他妹妹来的。赵志明，你的确没惹过我，但你弟弟赵晓峰不识好歹，该打。难道我不跟你妹妹处对象还有错吗？我妹妹好不容易心动一次，为什么你要让她输得这么彻底？别在这里绕弯子了，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。赵志明，我听说你卖蚂蚱挣了挺多钱呀，哥几个想找你借点钱花花。你有手有脚的不会自己挣吗？跑来我这里当要饭的我可不会同情你。怎么，给你点颜色你就想开染房呀？今天要么给钱，要么我们把你这大棚拆了。另一边，强子找到村长，跟他叙述刚刚发生的事。强子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是真的，小凤哥的脸都被打肿了，二哥已经过去了。村长听后勃然大怒，于是立马打开广播对村民们说道：各位村民，请马上到村头集合，请马上到村头集合。什么情况？估计是有人来闹事吧？那太好了，村长最喜欢这种场面了。走，赶紧抄家伙过去。而黄大庆见我不为所动，便出言威胁道：怎么样？我拿到钱立马走人，不然的话我也保不齐你这大棚什么时候会着火。你可以试试，我奉陪到底。村长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再不来，他黄皮村还以为我们蔡徐村没人了。赵空，我尊敬你，叫你一声村长，这里没你的事，你最好带着他们离开，否则你这身老骨头可经不起拆。我们这么多人，还怕你们几个毛头小子不成？再说了，我蔡徐村和你们黄皮村向来井水不犯河水，志明养蚂蚱也没妨碍到你们吧？你说的没错，你们人多势众，但我们黄皮村在黑子河上游，水闸归我们管，你们的庄稼能不能活我们说了算，想必这事你比谁都清楚吧？黑子河贯通大小村落10几个，村民们农业灌溉的水源全靠黑子河，但由于黄皮村与蔡徐村的地势落差较大，所以在黄皮村设置了一个水闸，一是为了蓄水，二是为了合理利用水资源。黄大庆，当年这是我们两村祖上有过规定，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能用水闸当筹码。你要是收回刚刚的话，我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当你开了个玩笑。但你要是执意用水闸来威胁我，那我就只好请你们村长过来了。我认他，他就是村长，我要是不认，他能奈我何？你村长，别跟他废话了，和这种人讲道理就好比对牛弹琴，他怎么打的小峰，我今天就怎么还回去。黄大庆看到我想来硬的，加上蔡徐村人多势众，肯定不会袖手旁观，于是立马认怂。行，你们有种，今天我不玩了，拜拜了您俩。村长，就这样让他跑了吗？我也不想放他走，但这件事还是要以大局为重。当年蔡徐村可没少因为水闸的事跟他们闹，但吃亏的终究还是我们。眼下正是农忙的时候，要是黄皮村真的把水断了，村民的庄稼都活不成，暂且忍忍吧。小峰也不会白白挨打，我一定会找黄德明要个说法。村长口中的黄德明便是黄皮村的村长，两人本是出生入死的结拜兄弟，但因维护本村利益导致关系不断恶化。村长说的对，志明哥，这件事就先算了吧。好，小峰，总有一天我会为你讨回公道的。
而父亲赵德彪刚从镇上回来，母亲就将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。真是岂有此理，竟敢欺负到我赵德彪头上来了！他们人现在在哪儿？就当父亲准备来帮忙时，我带着小姨子回来了。爸，没事了，我们回来了。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没什么，他们趁我不在让小峰吃了点亏。那小峰人呢？去村里的卫生所上药了，受了些皮外伤，没什么大碍。那就好，我今天去了趟你大伯那里，他同意把那块地给你，要不要钱都无所谓。大伯一家前些年就搬去镇上住了，父亲找他一是为了还钱给他，二是为了帮我问快递盖房。那怎么行？该给的还是要给，到时候我给他送去。你自己看着办吧。那盖新房，这是你打算什么时候动工？3个月后吧。对了爸，我这几天要去县城帮苏老板看店。没问题，放心去吧，家里就交给我。你，爸爸这几天不在家，你要听姨话哦。好。父母离开后，小姨子突然开口说道：“姐夫，我有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。”什么事啊，春娇？尽管说吧。我想跟你去县城。你是有什么东西要买的吗？我给你带回来就好了，毕竟我可不是去县城玩。苏老板交代了任务呢。我是想体验一下经营饭店的感觉。小时候我就经常想，要是能开一家饭店那该多好呀！这也算是我的梦想吧。我怕错过了这次就没有机会了。你放心，我会很乖的。听到这话后，我瞬间觉得不可思议，因为小姨子的话让我想到了苏梅的小妹。怎么可能？春娇今年刚满18岁，苏梅的妹妹照这么算的话也是这个年龄，梦想也是开饭店，这到底是巧合还是？不可能！老婆说过，她就春娇一个妹妹，要是春娇的身世有问题，她肯定会跟我说的，纯属巧合罢了。姐夫，你在发什么呆啊？你快说，你带不带我去？行，带你去。我们收拾一下就出发吧。生80年代，苏梅让我当代理店长，却没想到有人来捣乱。飞哥，不是说庞大猪这票不做了吗？没办法，他实在给的太多了，干完这票，咱俩刚好能给老大那边一个交代。可是下西药会不会不道德？香满楼这么大个饭店，就这样毁了，怪可惜的。原来李飞2人受庞大猪的指使，趁苏梅回老家后，偷偷溜进香满楼的后厨，准备下泻药。满嘴仁义道德，你还想装好人呀？还心疼起饭店来了？我看你是心疼苏梅吧？这个就是爱情。我爱你妈卖麻花情。飞哥，你说香满楼倒闭后，苏梅要是来追我，该怎么办？真是没救了，赶紧干活。香满楼不倒闭，苏梅还怎么追你？另一边，我和小姨子在香满楼附近的旅店开了2间房，正准备睡觉时，她却赖着不走。春娇，这么晚了，你到底想干嘛呀？快回你房间睡觉，明天可是很忙的，今晚不休息好怎么行？姐夫，像梅姐这样的女孩子，应该很多人上门提亲吧？是啊，她说去她家提亲的人都从香满楼排到了蔡徐村呢。要是我也能开一家饭店就好了，肯定不会比她差。那当然，春娇是最棒的。好了，乖乖回去睡觉吧，明天早上我来叫你。我就不，姐夫，你今晚必须带我去参观一下香满楼先，不然明天客人这么多，我怕我会出错。见小姨子这么执着，我便无奈地站起身来。怪不得这么多女孩子喜欢玩经营类游戏，看来这种成就感是现实难以满足的。行，我这就带你去。来到香满楼后，我便给小姨子介绍起了各个区域，并给她安排了相应的工作。春娇，你就负责招待顾客吧，顾客进门后你就给他们递菜单，然后安排座位。好，你就放心交给我吧。对了，姐夫，2楼是干嘛的？2楼是包厢，我明天负责招待包厢的顾客。你要是有不明白的地方，可以问彩玲，也可以上2楼找我。厨房呢？我怎么没看见厨房呀？厨房在另一边呢。怎么，你想学做菜吗？香满楼的李大厨可是特级厨师，想学的话，我让他教你。我不想跟他学，我想跟你学。好，改天我教你，手把手教你。走，我先带你去厨房看看。由于厨房离饭店前堂较远，所以李飞2人并不知道我和小姨子正在赶来。你拿着鸡蛋一顿晃悠干嘛呢？飞哥，我要把这些鸡蛋的蛋黄都摇匀，让他们都变成坏蛋。谁能坏得过你呀？怎么样，你那缸水搅拌均匀了没有？搞定了，包串稀。行，那赶紧撤吧，等下被抓到可就麻烦了。等一下，好像有人来了。正当我和小姨子要进门时，2人听到动静后立马藏了起来。姐夫，这厨房的灯怎么还亮着呀？估计是他们粗心大意忘了关吧。姐夫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又大又长的，我从来没见过耶。飞哥，这不是那个赵志明吗？这么晚了，他带着他小姨子来厨房干嘛呀？你问我问谁去？我也不知道。而且这说的都是些什么虎狼之词？这个是冬瓜，县城的饭店对食材的需求量都很大，所以买冬瓜也是至少买100斤以上的。怪不得我之前看到的冬瓜都是小小个的。你没见过的东西多着呢，以后我带你多长长见识。好吧，我都已经了解的差不多了，我们回去吧。我和小姨子走后，李飞2人这才偷偷摸摸走了出来。这赵志明可不像好人呀，居然和小姨子勾搭在一块儿。飞哥，我们也不是好人。那还用你说？任务完成了，我们明天就等着看戏吧。第2天中午，香满楼依旧像往常那样生意火爆。彩玲姐，香满楼每天都这么多人吗？
那可不，梅姐算是我见过最有能耐的女孩子了。不过你姐夫也挺厉害的，他随便给香满楼写几个菜谱，就能让香满楼的营业额翻好几倍，怪不得梅姐这么放心交给他管理。那当然，我姐夫可是……小姨子话都还没说完，一群人便气势汹汹地冲了进来。你们香满楼的饭菜有问题啊！我吃完后回去拉肚子，拉了10几次。我也是，辣得我都怀疑人生了。你们饭店是不是上了隔夜菜？快叫你们老板出来给个说法，不然你们店别想开下去了。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。小姨子虽然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吓到，但她还是十分冷静地说道：麻烦大家先听我说。第一，非常抱歉给大家带来了不好的体验，这件事我们会尽快查明原因，给大家一个交代。第二，香满楼绝对不会用隔夜菜，所有菜品都是现煮现做，我们不会为了省这点食材钱而自砸招牌。就当小姨子在安抚顾客情绪时，一旁的彩玲满脸震惊地看着她，她万万没想到小姨子居然会如此冷静。我跟了梅姐那么多年，第一次发现居然有跟她这么相像的人，尤其是这个小美女那临危不乱的神情，太像了。彩玲姐，去帮我叫下我姐夫过来。我来到现场了解事情的经过后，便开口对众人说道：各位大哥，香满楼经营了这么多年，绝不会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而让大家吃隔夜菜。至于大家为什么会吃坏肚子，想必这其中另有隐情。你的意思是有人对你们香满楼使坏吗？没错，大家仔细想想，就算是隔夜菜，也不至于让大家都拉肚子吧？你说的也有道理，我经常吃隔夜菜，但从来没拉过肚子。听你这么一说，我倒是想起来了，这种感觉就像是吃了泻药。你们香满楼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，所以跑来这里下药了？正当大家议论纷纷时，陆书航朝我走了过来。陆主编，您怎么来了？刚刚路过，看到这么热闹，我就进来了。怎么遇到麻烦了吗？遇到点小麻烦，可能有人在后厨动了手脚，导致顾客都吃坏了肚子。陆书航听我说完后，便立马转头对众人说道：各位，我是牛笔县商报的陆书航，我以我的个人名义担保，香满楼的这次事故绝对不是内因，还请大家给点时间让赵老板调查清楚。居然是陆主编，没想到他也会来香满楼吃饭。是啊，听说他为人正直，为牛笔县各个企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少贡献。遇到没钱的工厂，他还会免费帮忙刊登广告。既然陆主编都这样说了，那我们就先散了吧。我相信赵老板会给我们一个满意的回复。待众人都走后，我这才松了口气，说道：没想到第一天就遇到这种事，要不是以陆主编在牛笔县的影响力，恐怕我今天不好收场。哈哈哈，举手之劳而已。我相信苏老板，也相信你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以后要是再出现这种事，就得靠赵老板自己了。放心吧，陆主编，以后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。怎么，那家伙可是玩阴的，你能把他们揪出来？香满楼不停业，他们就不会收手。有了这一次，我自然能想到应对之策。既然他这么不识好歹，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。行，那我看好你。小姨子大伯一家再次找上门来，并说出了他的身世。什么？春娇是你家老二15年前在垃圾堆旁捡来的？没错，当年我家广才把他带回家时，他才2岁半。那为什么当时不带他去找他的亲生父母？春娇那时候还小，根本不记事，问什么都说不知道。我家广才和我弟媳断断续续在外面找了半年，也毫无头绪，却没想到在回来的途中遭遇了车祸，这才导致两人双双离世，留下春娇和她姐姐春花。在这个信息传播不发达的年代，要想找个人就如同大海捞针，而同名同姓的人成千上万，以当时的辨别手段，就连公安也毫无办法。亲家，我们的确对春娇她们俩姐妹不好，但我们自己都吃不饱，让她们自力更生也是没有办法的事。春花一个人带大春娇是不容易，但在关键时刻，我和她大伯也没让他们饿着。你们这次来就是想告诉我们这件事吗？该不会又想带走她吧？妹子，我就实话跟你说吧，之前我们确实是想把她带回去让她嫁人，毕竟她年龄也不小了。但我们这次来没有别的目的，就是想告诉你们实情。话我们已经说完了，也该回去了。等一下，这200块你们拿着吧。这怎么行呢？张翠花虽然嘴上说着不要，但身体还是很诚实，立马就将200块收入囊中。随后两人便头也不回地走了。老头子，你说这叫什么事啊？这老许家分明是想把责任推给我们，这么多年了，他们不去找春娇的亲生父母，倒想让我们去找。娘家是找不到了，找个婆家还是很容易的。死老头子，你该不会也像许广坤那样眼里只有彩礼吧？我算是看错你了。想什么呢？要是春娇愿意嫁给志明，那可是2全其美的好事。话是这么说，但我们也做不了主啊。我开玩笑呢，你在家照顾好2个孩子，我去趟县城。父亲当天便来香满楼找到我，并和我说明了这件事。爸，你没有在开玩笑吧？我骗你干嘛？春娇他大伯一家特地找上门来告诉我的。听你说苏老板人脉广，你看下能不能叫他帮忙打听打听，能找到春娇的亲生父母最好。想必他们这些年也一直在找他吧。
听到父亲这么说，我瞬间反应过来，小姨子很有可能就是苏梅失散多年的妹妹苏柔。爸，不用找了，我知道春娇的亲生父母是谁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你怎么知道？随后我就将从苏梅那里得知的消息告诉了父亲。父亲听后满脸不可置信地说道：巧了，真是太巧了。那接下来该怎么办？等苏老板回来后，我跟他说吧。春娇是不是他小妹，还需要进一步确认。另一边，苏梅时隔多年后再次回到家中，苏大强看到后流下了激动的泪水。小梅，你终于肯回来看我了，我还以为我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我是回来看妈妈的，你还好吗？身体倒是没什么大碍，就是经常梦见你和小柔。我知道你还在怪罪我，所以一直不敢去找你，希望你能原谅爸爸。都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，我也想明白了，当年你也不是故意把小妹弄丢的，我早就不怪你了。听到苏梅说出这番话后，苏大强多年的心结总算是打开了一半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正当苏大强沉浸在喜悦当中时，突然有个身穿制服的人跑了进来。师傅，文物丢失案有眉目了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千真万确，我们得到一条线索，15年前的文物丢失案主谋名叫王雄，但除了姓名和一个画像，其他信息一概不知。没事，总有一天他会露出狐狸尾巴的。第二天一大早，苏梅回到了香满楼，我便立马把她和小姨子叫到包厢内。梅姐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怎么了，志明？我不在的这2天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我想我有你小妹的消息了。真的吗？志明，你可别拿这件事开玩笑。梅姐，你的小妹苏柔现在就站在你面前，也就是我的小姨子许春娇。话音刚落，小姨子和苏梅同时满脸震惊地看向我。姐夫，你在胡说什么呀？我怎么可能是梅姐的妹妹？是啊，志明，你就别逗我了。春娇是你小姨子，怎么可能是我妹妹？见两人不信，于是我便一五一十地将父亲所说的话告诉他们听。春娇的大致情况就是这样，梅姐，接下来只需要叫上你父亲带着春娇去趟省城做个亲子鉴定就行了。春娇，你愿意去吗？我愿意。半个月后，苏大强看着亲子鉴定书声泪俱下。小柔，爸爸总算找到你了。15年了，我每天都在煎熬中度过。对不起，都怪我当年粗心大意把你弄丢了，还把你的养父养母害死了。最该死的人是我呀。爸，这一切都是命，你就别再自责了。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事实，小姨子呆呆地站在原地。她希望这是一场梦，又希望它不是梦。半年后，在双方父母的支持下，我和小姨子在蔡徐村举办了婚礼。在今后的日子里，小姨子和苏梅一起经营香满楼，而我带着全村一起养蚂蚱，并建立了蚂蚱零食加工厂。小峰和刘娜俩人情投意合，最终修成正果。15年后，妮妮考上了大学，而强子在大学毕业后选择了参军入伍。二哥，我要去追逐我的梦想了，爸妈就交给你了。强子，二哥看好你，我和你嫂子在家等你回来。嫂子，要是二哥欺负你，你就告诉我，我回来帮你收拾他。放心吧，强子，我会拿小本本记起来的。各位观众，我和春娇的故事就到这里了。由于不是小说改编，加上在下文笔有限，拿捏不住剧情发展和人物特点，所以导致写不下去。感谢各位的支持，让我们一起期待下一部剧吧。